我每天不是作死就是在去作死的路上。帮老师整理试剂，不小心制出了有毒气体，直接把全班送进了医院。禁止学生违规使用混合试剂实验。帮宿管通下水道，一个失误直接炸塌了半栋楼。禁止学生使用化学药剂疏通宿舍楼下水道。好不容易翻墙逃刺客，却误闯了凶案现场。禁止学生翻墙逃课闯入校外封闭区域。只因我穿越成了古生物专业的独苗，参加了校园直播节目，还意外觉醒了校规系统。只要我的行为引发学校新增校规，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从此，西海大学的奇葩校规迅速从20条增加到2000条。全校师生跪求让我收手都没用，抽奖技能它不香吗？这天我按照教授的安排，在学校的待开发区做土壤采样，为下周的沉积环境分析课做准备。我一边哼着歌一边挖坑。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线儿我就好，学校上天了。就在这时，哐当一声闷响传来，震得我手心发麻。这时摄影师凑了过来，哥，你挖到什么玩意儿了？我摇摇头，随即用铁锹小心地扒开周围的浮土和碎石，很快就露出一片锈蚀严重的弧形金属。我蹲下身仔细端详，这形状怎么那么像电影里的反步兵地雷？要知道，这学校可是在乱葬岗上建的，难道还有战争遗留物？我心里咯噔一下，不会这么倒霉真挖到地雷了吧？再想起刚才哼的炸药包歌词，一股凉意顺着脊椎爬了上来。摄影师猛地后退好几步。我操，哥，你别跟我开玩笑啊！我连女朋友都还没谈过呢。此时直播间的1000多名网友全都笑抽了，人气值+1的提示不停滚动。这是教师节给校长准备的礼物吗？放心吧，这是反坦克地雷，这点碰撞还爆不了。我小时候把手榴弹当锤子玩，后来知道那是什么，魂都吓飞了。这算什么？我们村口王大爷在家门口埋了3吨炮弹，那条路现在叫神奇的天路。我没理会摄影师的话，直接跳进土坑，用小刷子清理周围的泥土，很快就露出个像旋钮的金属轮廓。见状，我连忙拨通了导师的电话。李教授，我可能挖到地雷了，就在学校右边的荒地上，上面还有个凸起的激发装置。李教授的声音明显带着紧张，你千万不要再碰它，我马上过来。他说完就挂了电话。10几分钟后，李教授就跑了过来，他顾不上擦汗，立马蹲下身仔细端详。半晌后，他开始用小铲子清理周围的泥土。我和摄影师吓得赶紧后退，可想象中的爆炸并没发生。李教授刚铲了几下，就将那东西轻易提了起来。不用怕，这就是个高压锅盖而已。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就随手丢到一旁。谁这么没公德心，把这玩意丢在这？李教授笑着摇了摇头，小心点没错，继续采样吧，注意安全。说完他就走了。直播间的网友都笑不活了，人气再次暴涨，建议主播转去新东方，锅盖都给你送过来了。我还以为真被他给唱中了要炸学校呢，结果就这。旁边的摄影师憋不住笑出了声，我立马白了他一眼。笑什么笑？你也来挖？他一脸不情愿。我是摄影师啊，这是你的课业，又不是我的。我重新跳下了土坑。废什么话，你去那边挖，不然晚饭你自己解决。他立即苦着脸不说话了。这档校园观察是教育部门牵头办的节目，选了20个学生全程跟拍直播，2个月后人气最高的能拿到高额的教育基金。跟拍摄影师身上装了隐藏摄像头，而且期间他的衣食住行全得跟我一起，所以我要是不给他饭吃，他就只能挨饿了。因为这点他无奈拿起铲子在旁边挖了起来。我盯着自己的土坑，我还就不信邪了，今天非得挖出点正经东西。我不停挥动着铁锹，可刚挖了没5分钟，一声更沉实的金属撞击声传来。我小心翼翼地开始清理，摄影师听到动静立马凑过来。哥，这次不会是高压锅吧？此时我的手已经开始发抖，这造型和结构跟我在军事杂志上见过的航空炸弹一模一样。摄影师也吓得浑身一僵。我操，真是炸弹！我苦着脸没应上，再次拨通李教授的电话。我好像真挖到了炮弹。李教授明显愣了一下，刚才不是帮你解决了吗？高压锅盖而已。我哭丧着脸，是我又挖到了一个，这个有身子，还有尾翼。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无奈的叹息。你在那儿等我，我这就过来。这次李教授来得更快，他凑近一看，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随后就拨通了一个电话。校长，出事了，我们系的林远在荒地这边挖到了一个像航弹的东西。电话那头校长的声音瞬间劈了叉。什么？真是航弹？谁都别动，我马上过来。电话挂断没多久，校长就急匆匆赶了过来，身后还跟着副校长和保卫处的人。他一看到土坑里的东西，额头上瞬间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他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同时对着身边的助理大喊：通知保卫处全部守在这里，不准任何人靠近，再让各院系通知学生远离荒地区域，立刻马上。没过多久，保卫处的人就跑了过来，开始拉警戒线。学校那边也开始疏散学生。直播间的网友看到这一幕，人气再度飙升，瞬间就突破了1万大关，而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我就说那手炸学校的哥有问题。
体，这下应验了吧？林同学挖出这么个玩意儿，学校是该记过还是奖励呢？就在这时，几辆警车呼啸而至，车刚停稳，微豹大队的队长就走了过来。负责人是谁？现场什么情况？校长快步上前，我是这里的校长，我们一个学生疑似挖到了航弹，麻烦你们过来看看。队长闻言立即走向土坑，同时挥手示意大家再往后退退，保持安全距离。话落，我们赶紧又退了10几米。只见他先拿过放射性物质检测仪，围着铁疙瘩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异常。随后又启动 X 射线被散成像功能，身后负责观测的队员开始汇报：内部中空，没发现爆炸物相关结构，符合高压容器特征。队长又示意队员进行化学成分嗅探，几名队员收集了锈蚀粉末和空气样本，开始分析。1分钟后，队员开始汇报：未检测到 TNT 等爆炸物成分，主要是氧化铁和硫化物，是长期埋藏的金属锈蚀产物。队长闻言直接拿起铲子开挖，没一会就拿出个锈蚀严重的煤气罐。校长，已经确定安全了，要是没什么事，我们就先撤了。校长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真是谢谢警察同志了。简单寒暄了几句，警车就陆续离开了学校。校长先是招呼保卫处撤了警戒线，随后走到我面前：这就是林同学吧？是个好苗子，没事了，你继续挖，学业不能荒废。咱们学校的古生物专业还指望你继承呢。闻言我立即笑了，谢谢校长关心。他点点头就带着人走了。李教授临走前看了我一眼，我还以为你想把学校炸了呢。行了，你继续吧，有问题再找我。话落他也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转头看向土坑。特么的，我还就不信邪了，这么大一片地，还挖不出点正经玩意儿，今天就跟这坑杠上了。我搓了搓手，再次挥起铁锹，可刚挖了3分钟，熟悉的金属撞击声又响了，我烦躁地皱起了眉。没完了是吧？这次又是啥？炒菜锅还是搪瓷盆？谁家把祖传厨房埋在这儿了？有了前2次的经历，我抡起铁锹对着周围的泥土猛刨，期间好几次都铲到了那个铁疙瘩上，沉闷的声响在空地上格外刺耳。就在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机械音，检测到宿主持续的作死行为，满足激活条件，系统绑定中。紧接着，一个蓝色虚拟面板浮现在我眼前，我动作猛地僵住，铁锹离铁疙瘩只剩几十厘米，我目光紧紧地盯着面板信息。我操，500公斤的航弹，内含300公斤 TNT。回想起刚才用铁锹猛铲的举动，我瞬间头皮发麻。下一秒，我回过神来，一把拽住旁边还在发懵的摄影师，就往远处跑，足足跑出几百米，我才停下。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哥，发生啥事儿了？我苦笑地看着他。我要是说这次真挖到航弹了，你信吗？他直接摇了摇头。直播间的人气持续暴涨，弹幕上全是调侃：又来，主播这表情不像演的。但一个学生哪能认识航弹？估计是被自己吓着了。有奖竞猜，这次是煤气罐还是氧气罐？看着摄影师的表情，我急得满头大汗，再次拨通了李教授的电话。他的声音带着疲惫和无奈：林远啊，又怎么了？别告诉我你又挖到炸弹了。我的声音都在颤抖。教授，这次是真的航弹，500公斤的那种。李教授沉默了片刻，我马上就到。电话挂断没一会儿，他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只在远处瞥了一眼，脸色就肉眼可见地沉了下去。紧接着他就给校长打去了电话，可是那边一直没有接。他脸色铁青的直接打了110。没过多久，警车再次停到了荒地的边缘。张队长刚带着队员下车，李教授就急忙迎了上去。警察同志，实在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们，这次挖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航弹。张队长点点头，径直走向土坑，在边上仔细观察了几秒，随即他猛地挥手，所有人再退后100米，建立2级警戒。闻言，我们赶紧往远处退，队员们则以最快的速度在远处架设好各种检测设备，操控着机器人靠近土坑。很快，检测仪器突然发出急促的警报声，队员紧接着汇报：放射性检测异常，内部结构复杂，有中轴线和分隔腔室，检测到 TNT 特征分子和黑索金残留，里面肯定有烈性炸药。这话一出，张队长猛地起身，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立刻撤离到500米外。随后他掏出对讲机，切换到应急频道，急促汇报：指挥中心，西海大学待开发区确认发现大型未爆航弹，预估500公斤，内含 TNT 和黑索金，放射性异常，引信不稳定，请求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封锁周边3公里，紧急疏散所有人员。汇报完，他又转头冲李教授吼：快通知全校学生，立刻撤离！直播间的网友全都惊呆了，真的是500公斤航弹，这威力能掀翻整个大学城吧？林远这嘴是开过光吗？以后学校怕是要经常太阳当空照了。互联网牛啊，连航弹都能直播围观。那边李教授一遍遍地拨打校长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他急得直跺脚，随即打开教师工作群，按住语音键：全体老师注意，学校待开发区发现高危爆炸物，立即组织身边所有学生快速有序撤离到3公里外的翠湖公园。消息发出去后没几秒，我就看到教学楼里开始有学生涌出来，紧接着图书馆、宿舍和食堂等地都有学生汇聚，在老师的引导下朝着校外涌去。没过多久，一阵防空警报声突然从广播楼顶端炸响。与此同时，不远处微豹队的对讲机里传来密集的汇报声：防化团先遣组已到达，市政府应急指挥车已就位，周边3公里已完成初步封锁，已派人疏散周边小区人群。而此时荒地外围已经被警车围满了。就在这时，市公安局陈局长赶到现场，他走到指挥车前询问情况。张队长连忙上前汇报：初步判断是2战遗留航弹，但
体腐蚀严重，引信状态不明，就地拆除的风险极大。如果能转运到安全区域引爆，则相对安全些。陈局长皱着眉沉思起来，而听到这话的我却赶紧高喊：这个炸弹不能运走！陈局长皱着眉头看过来，这个小伙子是谁？张队长连忙上前一步：他就是挖到炸弹的林远。陈局长当场怒斥：胡闹！他一个学生留在这干嘛？赶紧送走！张队长怕我被吓到了，连忙走过来：林同学别担心，我们专业人员会处理好的。我神色严肃的摇头：我认识这种航弹，这是德制 SC500型的特别改进型，专门用来摧毁坚固工事的，埋在土里70多年，金属疲劳和腐蚀让引信变得极度敏感脆弱，一旦移动炸弹，很可能触发动明引信，直接引爆。要是转运途中爆炸，威力会达到最大，造成的伤害根本不可估量。听完我的分析，现场所有人都绷直了身子。这时李教授凑过来：林远，以前没听说你懂这个，前2次挖到东西怎么没认出来？我挠了挠头，我之前在军事书上看过这种航弹的详细信息。话音刚落，张队长立马转身冲进应急通讯车，10分钟后，他将打印的资料递给陈局，和林远同学说的完全符合。这时我向前走了一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原地引爆。校长听到这里，身子一软，差点栽倒。陈局皱眉看向张队长，就地引爆的把握有多大？张队长咬咬牙：我最多处理过100公斤的，500公斤的，全国没几个有经验，我可以尝试拆除，只是……我连忙打断他的话：不行，你会被炸死的。这时陈局看向我：林同学，你要是有想法尽管说。我深吸一口气，我的建议是提前准备，就地引爆，把破坏降到最低。我有个方案，核心是可控能量释放与全方位防护。随后我走到指挥车旁，拿起战术平板，快速勾勒出3维示意图。第一层核心易爆，在弹坑周围挖8米深，内壁60度倾斜的剪爆壕，把航弹移到坑底，分层填充1米柔性吸能沙袋，5米的湿沙，最上面覆盖重型钢制网格板，引导冲击波向上释放。第2层震动隔离，挖8米深3米宽的环形隔震沟到基岩层，切断地震波向周围传递，减少对教学楼的损伤。第3层冲击波与破片控制，在隔震沟外围堆200吨沙子水袋，削弱冲击波并吸附放射性尘埃。另外贴乳化炸药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把主要威力导向天空。话音落下，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张队长激动的直拍大腿：天才啊！这方案可行，完美结合了爆炸力学、结构工程和震动控制，防护体系构思达到军工级别。陈局闻言果断拍板：那就按这方案实施，调集所有工程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建成防护体系。命令下达后没多久，西海大学就仿佛变成了工地现场。3个小时后，张队走过来报告一切准备就绪，陈局立即命令撤离。我跟着大部队撤到3公里外的翠湖公园。这时陈局缓缓拉响警报，刺耳的警笛声传遍公园，紧接着一声巨响从西海大学方向传来，一团巨大蘑菇云冲天而起，爆炸转瞬即逝。好在我们距离现场够远，这里只落下了小块的泥石，没造成人员受伤。一阵慌乱后，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劫后余生的庆幸。这时指挥车里传来声音：报告，冲击波峰值符合预估，教学楼震动幅度低于安全阈值，辐射数值短暂峰值后回落。陈局淡定拿起里面的对讲机，消防组准备进入。命令下达后，大量消防车驶向爆炸点降温除尘，防化团人员进入核心区域开始检测。1个小时后，危险彻底排除。后续完善工作展开后，陈局带着张队找到我：林远同学，这次多亏你，回头给你申报见义勇为特别奖和奖金，算是感谢。我惊喜的眼睛都眯了起来。谢谢领导。陈局拍了拍我肩膀，后生可畏，毕业后要是对警局的工作感兴趣，可以来我们这。李教授立马皱起眉头：陈局长，这可是我们全系的独苗，你别抢啊！这时我挠了挠头：不好意思领导，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专业。陈局笑了笑：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一番寒暄过后，他带着大部队离去。此时李教授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欣慰：你小子不错，明天我就给你申请这学期奖学金。我白了他一眼：全系就我一个人，你不给我还能给谁？李教授尴尬一笑：你课业还没弄好，想不想及格了？我呵呵冷笑2声：我要是不及格，咱们系挂科率就是100%了。旁边的摄影师都听呆了，直播间网友也炸了：交一份学费请几个教授1对1教学，太赚了！冷门专业赢家通吃啊！别人考59分天塌了，林远考59分老师天塌了。李教授无奈叹气：你赢了，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没法挖样本了。我给你换个课题，你回头来我办公室挑几块石头，研究一下不同石头的化石种类。见我点头应下，他就转身离开了。我也带着摄影师回了宿舍。我们宿舍另外3个室友是其他系的转校生，他们看到我立马围了上来：林远，学校被炸了，你知道不？刚才那爆炸太震撼了。我正琢磨怎么解释，宿舍门就被敲开了，校长在宿管陪同下站在门口，3个室友瞬间弹射起身问好。校长摆了摆手：你们不用紧张。随后又笑着看向我：林远同学，我是来感谢你的，要是没有你挖出炸弹，提出爆破方案，学校很可能就出大事了。我代表学校宣布，奖励你5万元奖金，并进行全校表彰，记个人特殊表彰1次，再入档案。那个待开发区你别再去挖了，后续会找专家彻底排查。我咧嘴一笑：
放心吧，校长，李教授给我换了个课题。他得到满意的答案后就离开了。上床休息后，我换出系统界面研究起来。校规系统，每因宿主出现新校规，就可获得抽奖机会1次。我有点无语，学校又不是我家开的，校规是我说加就加的吗？但想到他之前提示炸弹的事，又觉得也还不错。第二天一早，我和室友去食堂吃早饭，刚到门口就看到公告栏围满了人，上面贴着2条最新校规，禁止学生私自挖坑，禁止在学校里唱改编的上学歌。这时脑中突然想起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触发新校规2条，增加2次抽奖机会。摄影师和我那3个室友看着我憋笑，我无奈耸耸肩，快去吃早饭吧。看见这一幕的直播间网友直接笑喷了。我们学校有一条校规，开家长会必须让50岁以上的家长来，因为有个女生带了27岁的哥哥来开家长会，结果把班主任给拐走了，而班主任是校长的女儿。我们学校规定不能自己带尸体，垃圾不能扔进垃圾桶，上厕所不能带纸。果然每一个看似不合理的校规背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比如我们学校谈恋爱可以，但必须是人。吃完早饭，我就去了李教授办公室，我敲了敲门，里面没回应，我直接推门进去，办公室空无一人。摄影师小声提议，我们等等吧。我翻了个白眼，等个毛线。随后便开始四处乱翻，可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石头。就在我准备打电话询问时，目光扫到旁边恒温柜，里面放着几个黑乎乎的东西，还贴着危险勿碰的警示牌。我瞬间笑了，终于找到了，藏这么深干嘛？我打开柜子，里面躺着3块形状怪异的石头，垫着缓冲海绵。我用手拍了拍，应该就是这几个了。可这么大的石头怎么研究？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化石，就得先敲开。想了想，我招呼摄影师，把石头搬到了篮球场的角落。我又去了昨天挖炸弹的工地，借了个大锤，紧接着我握紧锤子就朝石头砸下去。80，2锤下去，石头纹丝不动。我深吸一口气，把大锤抡过头顶猛砸下去，突然石头直接炸开，化成10几块锋利碎片向四周击射。我手中锤子哐当掉在地上。我靠，这他妈是化石！就在这时，摄影师指着地面惊呼：“哥，地面裂了！”我震惊的瞪大了眼睛。我勒个去，这威力堪比手榴弹啊！摄影师咽了口唾沫。哥，李教授是不是跟你有仇？我白了他一眼。你想啥呢？说着，我把剩下那块石头摆好，控制着力道砸下去。又是一声爆鸣，这次直接将地面炸出个直径半米的黑洞，一股阴冷的气息从下方涌上来。直播间网友彻底看呆了，人气再一次疯涨。好家伙，昨天砸核弹，今天砸石头炸弹，他这是在鬼门关反复横跳啊！我同学跟他一样爱做，最后走得很安详。能用锤子砸爆炸的石头第一次见，这是大号摔炮吗？我咽了口唾沫，脑子一片混乱。谁家化石会像定向地雷一样爆炸？关键是这深不见底的洞，刚到手的奖金怕是都不够赔的。我赶紧给李教授打电话，接通后手机里传出他喝茶的声音：“林远啊，化石我放你宿舍了，回头自己研究。”我瞬间愣住了，化石不是你办公室恒温柜里的那几个？李教授语气瞬间变了：“你没打开恒温柜吧？”我苦笑着嗯了一声，他瞬间倒吸一口凉气：“你都干了什么？”听到这话，我差点哭出来。你怎么不早说？我以为是化石，就把它搬走了。李教授声音陡然拔高：“你别告诉我炸了！”我轻轻嗯了一声，他的声音都颤抖了：“你怎么样了？那可是封闭性应力岩石，轻微震动就会让它瞬间爆炸。我放恒温柜是为了控温防刺激，你小子不要命了！”我委屈的瘪瘪嘴：“我没什么事儿，就是用锤子敲了敲。”李教授听呆了：“我办公室除了你，没谁敢乱翻，这回遭报应了吧？”我无奈耸肩：“遭没遭报应我不知道，但他把操场炸出个大洞，回头校长问起来，我就说是你让我在这做实验弄的。”李教授彻底懵了：“你开什么玩笑？这石头威力没这么夸张。”我翻了个白眼：“不信你自己过来看看就知道了。”李教授声音急促：“我马上到，你在那儿等我。”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不到10分钟，他就喘着粗气冲了过来，打开手机上的灯光往下照。这怎么可能？这石头不该有这么大威力！话音未落，耳边传来一声极轻的咔嚓声。我们仨同时低头，就见洞口边缘一道头发丝细的裂缝，瞬间扩成手指粗。李教授猛地起身：“不好，快远离这里！”我们刚离开原地，洞口附近的无数裂缝就疯狂向四周蔓延开来。我撒丫子就开始狂奔，跑了几百米后才停下。回头看时，一个直径超50米的巨型天坑赫然在目。直播间沉寂几秒后彻底炸了，人气疯狂飙升。你凝视深渊，没想到深渊也在凝视你。林远这家伙有毒吧？昨天挖航弹，今天弄他操场，这学校怎么坚持到现在的？我们重新走回塌陷区域附近观望，那是一个30米深的巨坑，坑底一直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一根粗壮的断裂水管正往外喷着水。就在这时，脑海里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检测到大规模地质塌陷事件，环境数据分析模块自动启动，地质扫描完成，塌陷区域下方存在大规模空洞，成因为管涌现象，主地下供水管道于3年前出现慢性渗漏，该区域地基回填土为外来疏松沙质粘土，长期渗漏导致土层被水流冲刷搬运，形成巨大地下空腔。此刻我彻底明白了，难怪刚才能轻松炸穿地面，原来地下早被掏空了。李教授看着天坑：“林远，一会儿校长来了，你态度好点。”话音刚落，校长带着一群领导连滚带爬的冲了过来。林远，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我迟早要被你吓死。我耸耸肩：“这跟我有啥关系？”校长彻底炸了，颤抖着手指着天坑：“都这样了，还说跟你没关系。”我无奈叹气：“校长，你觉得这种天坑是我一个学生能弄出来的？
你们仔细看看，这里面的水管早漏了。刚才第一次炸出小洞时，我就听到水流声了。水管长期漏水，把回填土里面的细颗粒不断冲走，久而久之，下面就被掏出了巨大的空洞，地面只剩一层硬壳。我砸石头的爆炸，只是刚好捅破了这层壳。说着，我挺了挺胸膛，我没做错什么，反而帮了学校大忙。你想想，要是今天没暴露，等全校集体活动时塌了，后果你承担得起吗？李教授也反应过来，有道理，这事儿找土木工程的教授来看一眼就能确定了。校长深吸一口气，林同学，不好意思，我刚才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回头请你吃饭，昨天的奖金再加2万。闻言我眨了眨眼，校长您太客气了，为学校排忧解难是我的本分，至于吃饭就折现吧。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了，校长只能悻悻点头答应。就在这时，一排警车就停在了现场，带队的是老熟人陈局，他看到那50米宽的天坑，也倒吸了一口凉气，走过来跟校长握手。我说校长，你们学校地底下是专门给我出考题是吧？等听说天坑又是我弄出来的，陈局无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林同学，我们警局年度 KPI 都快被你一个人刷爆了。我尴尬地笑了笑，这也不能怪我啊。陈局没再多说，转身开始安排工作。现场很快拉起警戒线，技术队员带着仪器扫描坑底，结果和我判断的一模一样。接下来只要填埋修复就行。可就在这时，坑底突然传来一声闷响，陈局慌忙下令：不好，又要塌方了，所有人撤退。我们赶忙往远处跑，等确认安全后再看过去，里面露出了一堵厚实的灰暗墙壁，墙底部是一扇布满锈迹的巨大防爆铁门，中央是个需要多人合力转动的方向舵盘式门阀。陈局立马下令：技术组全方位扫描坑壁稳定性，辐射组检测铁门区域，空气组采集门缝气体，所有人退到安全线外，工程组准备加固。命令下达后，各部门迅速行动。我的目光锁定在铁门上，脑海里突然响起提示音。目标结构分析完成，大型人防工程，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应对特定国际形势与核威胁兴建，原属某重要单位，后因单位搬迁，档案疏漏被遗忘，被回填土及学校建设覆盖。瞬间我心中所有疑团都有了答案。我清了清嗓子，这可能是个防空洞，我之前在书上看到过，当年核威胁时期，全国建了很多人防工事，后来不少因为各种原因被遗忘了。你们看这拱形防爆门，还有这厚重的混凝土墙体，都是上世纪60、70年代人防工程的典型特征。众人若有所思的点头，校长却皱着眉，这么大的人防工程，怎么会没人知道？我淡定笑了笑，如果是某些特殊保密项目，一旦档案遗失，很容易就被彻底遗忘。李教授呼吸都急促起来，如果是这样，那里面的价值将不可估量。闻言，陈局立即下令打开阀门，随着铁门的打开，透过强光手电的光柱，就看见一条向地下延伸的通道，他正准备让人下去侦查。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循声望去，就见一架军用直升机从远处飞来，强行降落在不远处，随后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率先下来，紧接着一个白发老者在军官的搀扶下走过来，陈局快步迎上去敬礼。首长好，我是西海市局陈明。军官立即回了一礼，陈局你好，这位是韩老，这里情况我们已经知悉，从现在起现场由军方全面接管，一切行动听韩老指挥。陈局当即应下，韩老走过来看了眼铁门，随后朝我笑了笑。小伙子，我之前看了直播，你竟然能猜中这里是人防工程，真是不错，你跟我一起下去看看吧。话落，他就带头走进了铁门，10几道强光手电把通道照得如同白昼，通道两侧又不少紧闭的房门。陈局试探着推开了一扇，房间里散落着很多泛黄的文件。历史教授随意拿起一份，紧接着倒吸一口冷气，这是研究核弹的资料。陈局拿过看了一眼，韩老，这应该是机密吧？韩老神色复杂，现在已经不是了，我只是不想他被遗忘。闻言，陈局立即叫来身后的民警，保护好这里的一切，等专业人员来处理。随后我们又探查了几个房间，有的堆着老旧电台和电话交换机，有的是宿舍，到处都散落着文件，看得出来当初撤离的很匆忙。我们又向下走了2层，只见一个大厅连接着数个拱形门洞，我们选了一条通道走进去，在尽头处发现了一个武器库。技术员上前打开铁门后，只见巨大的仓库里，左侧是数十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54式冲锋枪，中间是装满子弹的木箱，旁边堆着摞成小山的67式手榴弹，右侧则整齐摆着火箭弹。一名年轻警员低声惊叹：“这火力配置也太夸张了。”我倒吸一口冷气，昨天的航弹已经够离谱，现在这军火库要是炸了，能让学校原地升天。直播间网友彻底兴奋，人气直接疯涨。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末世安全屋，武器齐全，丧尸来多少灭多少。李云龙要是有这装备，自有女神像都得换秀琴的。陈局厉声下令，全部拍照存档，任何人不准碰。韩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像是在回忆往事。离开军火库，众人跟着韩老往最底层的科研区走。我们参观了材料分析室、数据记录间，里面遗留着大量珍贵文献，放在几十年前绝对轰动世界，现在却只剩历史价值了。终于到了科研区最深处，被一扇金属大门挡住了去路，上面带着气密阀和复杂的机械锁，门上还有一个辐射警告标志。技术警员把辐射检测仪靠近门缝，仪器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声，辐射剂量远超安全标准。陈局毫不犹豫下令后退，连韩老都变了脸色。现场只剩2名穿着防护服的警员，他们抄起液压破拆工具打开大门。
就看见里面摆着个2.5米长的核弹，众人顾不上震惊，转身就往通道外狂奔。我们回到天坑底部才松了口气。陈局立刻下令封锁天坑入口，1公里内无关人员全部撤离，马上通知防化部以及核能部。现场瞬间乱作一团。等到气息喘匀，韩老叹了口气：“大家别太害怕，下面那东西不会爆炸，那是个未完成的核装置。当年就发现它没法完成链式反应，就是个哑弹，不然也不会留在这儿。”这话让我们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陈局找到了校长，为防核弹可能出现的泄露现象，请立即疏散在校所有人员。校长绿着脸安排人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几分钟后，学校内重现了昨天的场景，学生们在老师的安排下有序朝外撤离。没过多久，各种军车、防化车以及工程车轰然驶来。几小时后，顶尖和应急专家团队他们查看完现场。就在临时指挥部里吵成了一团。白发老专家拍着桌子，必须就地建屏蔽层，初步封装再移动。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专家也跟着站起来。大型设备进不去，人工操作就是拿命冒险。有人提议直升机吊装，立马被老专家否决。你疯了，万一在半空中炸了，方圆几公里全都得变成废墟。时间1分1秒的过去，就在争论陷入僵局时，我清了清嗓子，或许可以用轨道运输。所有人都看向了我，那些专家都露出了质疑的表情。这时韩老向我看了过来，小伙子，你有什么想法就大胆说出来，说错了也没事。我挠了挠头，刚才进去的时候我就观察了，从防空洞入口到核弹舱室，虽然有2段台阶，但通道整体平直。我们可以铺设模块化轻型铁轨，定制带滑轮的重型抗震屏蔽运输罐，用卷扬机把空罐送进去，再用远程液压平移装置把核弹平移进罐里，全程水平移动，确保安全。最后关闭密封门，用卷扬机把运输罐拉回地面，外面用重型运输车和铅棺接应就行，能最大程度避免颠簸和辐射泄漏。话音刚落，韩老就看向那些目瞪口呆的专家，各位觉得这方案怎么样？白发老专家推了推眼镜，这思路太巧妙了，平衡了安全性和可行性。其他人也纷纷附和。韩老当机立断，那就按林远的思路来，立刻调材料设备。陈局连忙去联系直播间网友，彻底麻了，人气迎来又一波疯涨。这合理吗？我是来看热闹的，不是来看你装逼的。核能专家搞不定的方案，你一个大学生想出来了。林同学不没也不菜，昨天航弹方案就不一般，今天直接搞定核弹，怕是要被收编了。本来想推给爸妈看林远闯祸，结果是别人家的孩子，太打击人了。直播间一片热闹，直播间外也忙得热火朝天。2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最危险的转移环节开始了。所有人盯着屏幕，大气都不敢喘，看着核弹被一点点平移进入运输罐。等罐体密封完好后，电机将运输罐沿着轨道缓慢拉向地面。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下，运输罐稳稳停靠在天坑底部。接下来，液压顶升平台把运输罐稳稳放入铅棺。密封完成没多久，技术警员就起身汇报：报告，辐射水平全面恢复正常。话音刚落，全场瞬间爆发出欢呼声。随后，工兵利用运输罐将炮弹转运出去，文物局的人也把重要文件收走，一直忙到晚上8点多，才将防空洞彻底搬空。尘埃落定，我正准备去食堂吃宵夜，韩老突然叫住了我：小林，这次多亏了你。实不相瞒，这里关乎我一位战友，我找这里很多年了，谢谢你。我连忙摆手：老爷子您太客气了，我也是意外发现的。韩老笑了笑：你想上军事学校吗？我可以让小刘立马给你安排，我相信你将来肯定是国之栋梁。这话一出，现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我却尴尬的笑了笑：谢谢老爷子抬爱，我挺喜欢现在这个专业的。韩老依旧笑容不减：不错，我更喜欢你了，我尊重你的想法，不过我这个承诺永远有效，你随时可以来找我。我连忙露出腼腆的笑：好嘞，谢谢老爷子。一番寒暄后，韩老就乘直升机离开了，随后陈局也带着人走了。现场只剩生化部门处理辐射。这时校长凑过来：林同学，你有银行卡吗？我今晚就把钱转你。闻言，我立马掏出银行卡递过去，很快手机就提示到账7.1万元。我立即感谢了校长，然后就拉着摄影师离开了。当天夜里躺在床上，我调出虚拟面板，系统抽奖2次，下一秒脑中就响起提示音，消耗2次抽奖机会，抽到技能司仪、古筝。闻言我直接傻眼了，这俩技能有啥用？我叹了口气，直接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就看到公告栏上贴着最新颁布的校规，禁止在学校任何地方砸石头。同一时间，我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检测到学校颁发新的校规，奖励抽奖机会1次。室友张翔和赵华拍着我的肩膀笑：远哥，你太牛了，2天弄出3个校规。我白了他们一眼，径直走进食堂，因为这2天是闹得太大，学校放了1天假。吃完早饭我们就回了宿舍，我将李教授送来的石头都搬到了阳台，室友们纷纷跳出来阻拦：远哥，新校规说不准在任何地方砸石头。我嘿嘿一笑，我不在地上砸不就行了？话落，我掏出绳子，把篮球大小的石头绑起来挂在晾衣架上，随后我就抡起大锤子开始朝下砸去。邦邦10几锤下去后，石头啪嗒一声裂开掉在地上，我捡起来一看，里面还真有个贝类化石。这下我干劲更足，换1块石头继续抡锤，眼看第2块石头马上就要裂开，我加大力度重重的砸下去，谁料下一秒阳台的吊顶就塌了下来，石膏快掉了一地，我连忙抱头窜回宿舍。张翔被呛得直咳嗽：远哥，
哥，你把阳台天花板干穿了。话音刚落，就有大量石头带着2个人一起摔了下来。等烟尘消散，才看清是穿着校服的一男一女。我的大脑彻底宕机，摄影师和室友的嘴张的都能塞得下鸡蛋。直播间网友也惊呆了，此时的人气值已经达到了10万加。科普一下，顶楼边沿的2/3叫做女儿墙，里面是泡沫，不是水泥，很容易掉下去的。陵园有毒吧？石头非砸不可吗？再砸楼都要塌了。终于理解校长的心情了，又爱又恨，还无可奈何。就在这时，一阵咳嗽声打破寂静，我反应过来，连忙把2人拉进宿舍。男生抹了把脸上的灰，有没有搞错啊？我们就是想安安静静殉个情。旁边的女生不停地抹着眼泪，连死都这么坎坷吗？我连忙追问，你们没事吧？男生自嘲一笑，紧接着突然唱了起来。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还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我脸皮抽了抽，这都啥时候了还唱歌？一番询问后才弄清楚，男生叫黄大毛，女生叫小雅，2人青梅竹马，约定了毕业就结婚。可双方父母有仇，坚决不同意。他们一时想不开，就让小雅装扮成男生来宿舍楼顶殉情。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连死都不怕了，还怕家人反对？上一辈的恩怨跟你们有什么关系？真想在一起就结婚啊！2人瞪大眼睛，同时惊呼：结婚？我点点头，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让父母看到你们的决心，最后肯定会祝福你们的。黄大毛苦笑：我没钱办婚礼，就算办了，也不会有人来参加。我嘿嘿一笑，这些都不是问题，婚礼我帮你搞定，还能让你们赚钱，就在咱们学校食堂办。几人闻言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张翔急忙拉住我：远哥，这能行吗？学校怎么可能会同意？我勾了勾嘴角，事在人为嘛。这时赵华走到我身边，远哥，你说怎么弄，我都配合。张翔也兴奋地跟着点头。黄大毛见状眼睛又红了，谢谢你们。考虑到他俩原本都要殉情了，我立即搂住他的肩膀，婚礼就定在今天吧，我们搞个中式婚礼，你去租套像样的中式婚服。闻言他牵着小雅就出发了，我则带着其他几人先去说服了食堂经理。随后我又去找了李教授，听完我的想法，他直接拍桌子：胡闹，简直是异想天开，还让我去找校长求情，要去你自己去。闻言我叹了口气，古生物学真没意思，听说音乐系全是美女。李教授气得直拍桌子：你小子竟然威胁我！好好好，我这就带你去找校长，但我不保证他会同意。随后他就领着我去了校长办公室，出乎意料的是，校长竟然当场就同意了。前2天的事让学校人心惶惶，办场婚宴正好冲淡下情绪，可惜我晚上要招待客户，不然还能去致个词。闻言我连忙道谢，告别李教授和校长，我们火急火燎去打印宣传单，然后在人流最多的地方摆上桌子。见人群越聚越多，我拿起喇叭：今晚我们的校友老黄将在第1食堂举办婚礼，欢迎大家踊跃加入。校长发话了，只要随礼就能参加婚宴。话音落下，现场瞬间炸锅，同学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转发。很快来报名表演节目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很多人要来帮忙布置喜堂。时间很快到了傍晚，大毛也带着小雅回来了，身边还有他俩的爷爷和奶奶，这是唯二支持他们的长辈。此时食堂门口已经排起了蜿蜒的长龙，学生们从4面8方涌来，连不少老师都来凑热闹。武士队开始表演，门口也搭了礼金台。之前我说过宴席人均50的标准，同学们却都自觉地随了100左右，还有几百的。此刻食堂早已座无虚席，估计来了至少1500人。舞台上一个个节目引得尖叫声不断。等大部分人酒足饭饱后，音乐声戛然而止。我作为婚礼司仪，身着古装礼服走上舞台，目光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各位来宾，今日良辰吉时，华灯初上，我们齐聚于此，共享一桩人生美事。礼记有云：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此乃人伦之基，礼乐之始。今有黄府大毛、李府小雅于此良辰行婚姻大礼，结100年良缘。话音落下，瞬间响起一阵掌声，直播间网友也沸腾了，人气疯涨。这台词和腔调，恐怕播音系的来了也说不出这种感觉来吧？明明是食堂，怎么像在太庙听祭天文告？这个位对了，血脉基因要觉醒了。随着掌声结束，我伸出右手，此堂虽无雕梁画栋，却有真情为饰；虽无金玉满堂，却有千颗赤心为贺。红绸高悬，是吾辈青春之炽热；灯火璀璨，是新人未来之光明。此情此景，天地可见，吉时已至。说着抬起手臂引向红毯的尽头，恭请新人入华堂。所有人顺着我手的方向望去，就见大毛和小雅身着大红中式婚服缓缓走来。等2人走近，我站向一侧，新人临台，整肃心神，行拜堂大礼，一拜天地，谢天公作美，感地母遇此深情。2人随着我的声音对着食堂门外躬身，2拜高堂，祝祖辈福寿绵长，家门永昌盛。上座的爷爷奶奶此刻早已激动得热泪盈眶。夫妻对拜，盟誓3声，白头永携。这最后一拜，2人弯腰的幅度更深。起身时，大毛紧紧握住小雅的手，我笑着看向他们，高声宣告礼成。新郎官、新娘子，祝你们前程似锦。整个食堂瞬间沸腾。就在这时，赵华抢过话筒冲上舞台：各位同学，今天的婚礼是远哥一手策划的，强烈要求远哥上台表演节目。这话瞬间激起了千层浪，起哄声此起彼伏。面对众人的热情，我只好重新接过话筒：大家盛情难却，那我就随便来一个。话落，我走向刚表演完的校花沈婉云面前：美女，古筝借我用一下。随后我走到舞台中央，让场控帮忙放背景音乐，将古筝单手束抱在怀里。就在这时，云宫迅音的旋律从上迸发出来，同学们先是震惊，随即纷纷跟着节奏点头跺脚。我手下的节奏越来越快，几个音乐系男生再也按捺不住，带着他们擅长的乐器冲上了舞台。
紧接着几个学美声的女生也跑了上来，围着舞台旋转吟唱。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同学们纷纷聚集到舞台，跟着古筝节奏疯狂动。食堂彻底变成蹦极现场。杀老孙一个！我也彻底玩嗨了，一曲结束又弹了首《红日》。在音乐系同学的配合下，全场氛围被推到最高潮，连原本稳重的老师们都下场跟着摇摆。这场婚礼足足持续了2个多小时。同学们离开后，我将1沓钱递给大毛，除去饭菜和场地费，一共赚了6万多，你快拿着。大毛还想拒绝，我一个眼神拦住了他要说的话，他无奈眼含热泪说了声谢谢。就在这时，食堂经理急匆匆跑过来，你们谁把校长养的鱼给捞了？张翔尴尬的挠挠头，我还以为是普通小鱼，就让厨师系的同学捞出来炸了。经理急得直跺脚，校长今早刚弄来的，还特地嘱咐我看好，今晚就要用的，现在全没了，而且这个点也买不到这种小鱼了。我拉住经理不停抓头的手，是不是那种跟麦穗一样小的鱼？我见他点头，直接摆了摆手，我这就去把鱼买回来。话落，我就带着室友们去了附近最大的一家足疗店。进门后，我看向吧台后的服务员，你们店里那种吃死皮的小鱼卖不卖？价钱好商量。这时经理听到动静走了过来，经过一番协商后，我花了200块买了上百条小鱼带走，然后就给食堂经理送了过去。当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的时候，李教授突然打电话让我去医务室。我刚到地方，就看见校长颤抖着手指着我，林远，你老实交代，那些小鱼到底从哪弄来的？我尴尬的挠了挠头，是从足疗店买的。李教授闻言大惊失色，就是吃脚皮的那种。我僵硬的点点头。医务室瞬间死寂一片。就在这时，旁边病床上那人突然蹦起来，冲进卫生间狂吐。李教授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我，他伸手指了指卫生间，那小鱼是校长招待杨总准备的，吃到一半就因为肚子疼来了医务室，校医检查后说他们嘴里都是脚气。闻言我缩了缩脖子，我哪知道这鱼是用来吃的。这话一出，校长差点气晕过去。此时直播间弹幕早就笑疯了，人气疯涨，哈哈哈哈！足疗鱼被炸来吃，杨总以后看到小鱼都得吐吧？结局不出所料，我们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校长气不过，当场给秘书打电话，明天发布新校规，禁止在学校办婚宴，禁止去食堂鱼缸捞鱼。当晚我躺到床上后，立即来了一次抽奖，系统提示随之响起，消耗1次机会，抽到技能功夫。下一刻我猛地从床上窜了起来，感受着浑身暴涨的力量，激动的心脏砰砰直跳。第二天早上，我和室友像往常一样去食堂吃早饭，公告栏附近又围满了人，我们凑过去一看，果然又出新校规了，系统也在同时提示获得抽奖机会。早饭过后，我和他们分道扬镳，带着摄影师去了李教授的办公室，他没好气的看着我，你怎么又来了？昨天的石头还没砸够。我连连摆手，你还是把那些石头拿回去吧，我再也不砸了。李教授忍不住笑了，那你换个课题吧，研究校园生态系统的金属沉积物与近代文物残留，找些不同年代的金属物品，分析锈蚀情况与环境的关系。我皱着眉头离开了办公室，一边走一边琢磨去哪找材料，不知不觉就到学校人工湖旁。我突然灵光一闪，这湖从建校就有了，这么多年不知有多少人往湖里扔过东西，他们在水底淤泥里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浸泡和锈蚀，完美符合研究要求。想到这里，我立马折返回李教授的办公室。教授，你知道哪有强磁吗？学校不让挖土，我打算从水里捞材料去研究。李教授闻言眼睛一亮，你小子脑瓜子真好用，我帮你去物理系借。没过多久，他就把东西放在了我的手里。注意安全，只能在岸边操作，不准下水。打捞上来的东西做好记录。我拿着强磁乐呵呵的走了。放心，我心里有数。几分钟后，我带着摄影师来到人工湖中心的位置，把强磁往水里一丢。等感觉到绳子上传来拉力，我立即用力往回拉，没多久就拽上来一部手机。我看了2眼就丢到一边，换个方向再次抛出磁石。这次拉出来一台破旧的笔记本电脑，接口处还被粗铁丝勒了好几圈。我拿起还在流水的电脑，还带上刑具了，这里面存了啥见不得人的东西啊？闻言，摄影师不停点头，可惜坏了，不然插上电研究研究。我随手就将它丢在了一旁，再次将磁石抛入水中。这次拖拽绳子时，明显感觉到了阻力，比之前的笔记本重多了。我立即叫摄影师过来帮忙，闻言他赶紧凑上来一起拉。我咬紧了牙关，这底下是吸了辆摩托车吗？怎么这么沉？摄影师的脖子青筋暴起，哥，不行了，手要断了。我双脚死死抵着栏杆，再加把劲，马上就上来了。终于在我们2人都几乎脱力时，一个保险箱破水而出，我们一鼓作气把它拽上来。摄影师围着它转了一圈。哥，这保险箱好像没被打开过，你说里面会不会有好东西？我点点头，有可能。你看这凹痕，明显是有人暴力拆解，最后没打开才丢进湖里的。说完，我晃了晃箱子，听声音里面确实有东西，回头敲开看看，再决定是否需要报警吧。随后我就将保险箱放在一边继续打捞。可是接下来的几次，各种奇葩物品接连被捞出来，我渐渐没了耐心，拿着强磁走到远处一个更深的湖湾。我深吸一口气，用力把磁铁抛向湖心。
绳子上很快传来一股阻力，我拉出来一看，竟是一根撬棍。我瞬间想到了之前的保险箱，不会真这么巧吧？把撬棍丢在一旁，我再次将磁铁抛入水中，这次拉上来的是一把更大的锤子。第3次抛下磁铁，拉上来一把匕首。摄影师脸色一变，哥，要不咱别捞了吧？我怎么感觉大白天阴森森的？直播间网友也炸了，人气疯涨，林远才是强词吧？挖坑出现航弹，砸石头塌了整个操场，现在打捞肯定又要出事。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异样，再次抛磁石入水，这次是把剔骨刀，刀柄边上的缝隙里有着近乎黑褐色的顽固污渍。旁边的摄影师凑过来，哥，这不会是凶器吧？听到这话，我赶紧将强磁再次抛入水中，10几秒后绳子猛然绷紧，差点把我拉进湖里。我连忙看向摄影师，快来帮忙，这绝对是个大家伙。我们2人身体后仰，绳子一寸寸被拖回，我紧紧咬着后槽牙。我去，这是吸了个保险柜他爹吗？怎么这么沉？终于在我俩快要脱力的时候，一个超大号的黑色行李箱猛地破开水面，我直接愣住了。我操，不会真捞到尸体了吧？我们2人合力将行李箱拖到岸边，我捡起一旁的撬棍，对着没有完全闭合的拉链向上挑起。就在这时，一张布满利齿的血盆大口猛地窜出，狠狠咬住撬棍。我下意识地握紧另一端，整个人也在同时僵在原地，面前竟是只1米长的鳄鱼。学校人工湖里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它死死咬住撬棍不放。见状，我立即抓起地上的锤子，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它脑袋砸去。鳄鱼的身体一僵，咬合的力道松了大半，我接连又是几锤，它彻底松开撬棍，瘫在行李箱旁不动了。我扔掉撬棍和锤子，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好在有系统抽的功夫技能，不然这一口尖牙下来，手怕是要废了。摄影师半天才哆哆嗦嗦凑过来，远哥，你把鳄鱼砸死了吗？我摇摇头，应该是晕过去了。缓过神后，我颤抖着掏出手机给李教授打电话。几秒后，李教授爽朗的笑声传来：林源啊，是不是找到材料了？我苦着脸，还材料呢，差点小命都没了。我捞上来条鳄鱼，你信吗？他的声音陡然拔高，保护好自己啊，我马上到。挂了电话后没多久，李教授就气喘吁吁跑了过来，看到地上的鳄鱼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学校里怎么会有这东西？话落，他立刻掏出手机给校长打电话。不到10分钟，王校长就带着几个校领导火急火燎的赶到，看到鳄鱼后脸全都白了。立刻给我查，这鳄鱼怎么进来的？必须一查到底。他指着身后的校领导，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随后拿出手机拨打了110。没多久，警车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车就到了。一个警员查看了情况后立即汇报，赵队，经过检查，鳄鱼只是昏迷，而且有人工饲养的痕迹。就在工作人员准备将鳄鱼带走时，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系统提示，检测到凶杀案信息，鳄鱼的新鲜排泄物中有极高浓度的人类皮肤和毛发，以及肌肉组织的降解片段，表明该鳄鱼曾系统性、大规模的吞噬人类遗体。看到这些，我猛地抬头。等等，赵队长看向我，林远同学，还有什么发现？我快步走到鳄鱼身后的粪便前蹲下，随后捡起一根树枝，在里面小心翼翼地拨弄着。赵队长，你看这个。见状，他脸色骤然凝重起来。这是头发。我继续用树枝拨弄着，越来越多的头发被挑出来。赵队长猛地站起身，快打电话叫法医，通知刑侦支队增援，立刻封锁现场。等待法医的间隙，我把撬棍和匕首等物都交给了他。没多久，几辆警车呼啸而至，紧接着一队刑警以及法医和技术人员迅速跑了过来。赵队长立即迎上去，指着鳄鱼粪便，提取里面的毛发做初步检验，还有这些打捞上来的工具都要仔细检验。说着，他又指向另一边，笔记本带回局里修复，保险箱就地打开，打捞小队下水，查找更多线索。命令下达后，所有人立即开展工作。赵队长把我和摄影师拉到一旁，详细询问每样物品的打捞位置和当时的状况。不远处的技侦人员用工具打开了保险柜，从里面掏出了一个大袋子，装的全是100元大钞，粗略估计至少20-30万。就在众人以为保险箱里再无他物时，我突然上前几步，等一下，角落那里好像嵌着什么东西。随后我伸手进去，在箱体内壁拿出个 SD 储存卡。赵队长见状眼睛一亮，快拿读卡器和电脑来。经过技术人员的一番操作，储存卡被顺利打开，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按下播放键，画面中就出现了一个大型养殖箱，一条鳄鱼猛地探出头接住肉块，上方闪过一只橡胶手套的影子。视频只有10几秒就结束了，众人脸色都惊疑不定，刚才那块肉的纹理根本不是普通的食用肉。再联想到粪便里的毛发，答案呼之欲出。赵队长立刻转头看向法医，有结果了吗？法医快步走过来，经过初步检验，粪便里的毛发确认是人类的，另外匕首和剔骨刀上都提取到了血迹。闻言，赵队长脸色铁青，联系水务和消防部门，调最大功率的抽水设备，把湖底所有东西都给我翻出来。下一秒就有警员跑去联系，直播间网友彻底吓坏了，人气不断飙升。旁边的校长脸色惨白，一定要查清楚，学校全力配合。就在这时，教导主任带着个戴眼镜的男生过来了。校长，这位同学说他之前好像见过鳄鱼。校长瞬间激动起来，你在哪儿见过？男生吓得声音发颤，我大前天晚上10点多，在医学楼那边好像听到野兽咀嚼东西的声音，我当时吓坏了，跑之前瞥见一个大黑影窜了过去，说着他盯着被捆住的鳄鱼看了半天。
点。当时天太黑了，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安抚好男生，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到了我的身上。我尴尬的挠了挠头。怎么了？校长苦笑一声。大前天不是你挖出来的航弹炸了吗？闻言我眼前一亮。凶手肯定不会随便放他出来，应该是前天引爆航弹的声音把他吓坏了，就趁着学校没人的时候跑了。时间和那个同学说的对得上，所以答案很可能就在医学楼那边。众人闻言都认同了我的想法。随后赵队和校长就带人开始分头排查，我和李教授也跟了上去。赵队长直奔之前那位同学提过的位置，我则跟在校长和民警身后往顶楼走去。那里是医学系陈主任的独立实验室和办公室。路上，校长还一直说陈主任为人亲和，还经常资助流浪汉。这层独立实验室是学校特批的。到了办公室门口，他敲门却没得到回应，加重力道后，门竟然直接开了，里面很简陋，一眼就看得出来根本放不下鳄鱼。民警简单检查后就退了出来。校长见状转身就往隔壁实验室走。就在这时，身后传来温和的声音：“校长，你们怎么来了？”紧接着陈主任从楼梯口走了出来，校长连忙上前把学校里的事讲了一遍。陈主任听完后立即打开了实验室的门，里面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些仪器和骨骼标本。民警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就在众人准备转身离开时，我无意间扫过墙边的一具人体骨骼标本，系统提示立即弹了出来：死者张成海，38岁男性，8个月前失踪的流浪人员，被钝器击打头部失血过多而亡。我强压下心里的震惊，跟着众人走出医学楼，正好遇见赵队长从仓库出来，他摇头表示没有发现。我在这时上前拉住校长：“我们学校的人体标本采购渠道正规吗？有没有来源记录？”校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当然正规，都是合法采购或捐赠的。怎么了？”我皱起眉头：“我刚才在陈主任实验室，好像瞥见墙角那具骷髅后脑勺的颜色不对劲，似乎有凹陷或裂痕。之前喂鳄鱼的视频里只有肉，再加上那把剔骨刀，我在想死者会不会被做成了标本？”赵队长眼神一厉：“你确定没看错？”我故意停顿了几秒，离得有点远，不敢确定，就是感觉奇怪。赵队长立即吩咐其他民警继续搜索，他则和我们一起重新回了顶楼办公室。他走到那具标本前面仔细检查，发现颅骨果然有一处细微的线性凹陷和放射性裂纹。校长立即转头看向陈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只见对方微微一笑：“之前学生搬动时不小心摔的，因为有点残次，就一直放在这里了。”闻言我立即拉住赵队长：“让法医鉴定一下，就能知道真相了。”赵队长点点头，拿起对讲机开始呼叫法医。那一刻，陈主任的笑容僵了一瞬，看见这一幕的校长皱紧了眉头：“老陈，这可不是小事，带我们去储藏室，我要看今年的标本。”陈主任点点头，就带着我们来到负一层。门开的瞬间，一股福尔马林的气息扑面而来。灯光打开的刹那，系统提示疯狂弹出：死者李某，流浪人员，窒息而亡；死者王某，流浪人员，被锐器刺穿心脏。此刻我心脏狂跳，原来这些标本全是遇害的流浪汉。就在这时，陈主任握着棒球棍，直接将赵队打晕了过去。校长惊得脸色煞白：“你疯了！”我冷冷地看向陈主任：“你就是鳄鱼的主人，楼上的标本就是受害者，你怕法医鉴定出真相，所以想鱼死网破，对吗？”他看向我的目光异常阴冷：“就是你挖出的炸弹吓跑了鳄鱼，现在又害得我暴露，今天我就把你做成标本。”话落，他猛地扑向配电箱，快速地输入密码后按下旁边那个红色按钮，侧面的墙壁突然裂开，露出一个密室，摄影师的声音都在颤抖：“这就是视频里那个地方。”下一秒，一个庞大的黑影缓缓爬出，赫然是一头成年大鳄鱼，体长接近3米。校长和摄影师等人当场发出惊恐的尖叫。陈主任站在高台处：“快吃吧，今天这是最后一顿了。”巨鳄像是听懂了他的话，率先朝着昏迷的赵队长扑去。千钧一发之际，我箭步上前，伸手将赵队长从鳄鱼嘴边拖回来，并甩向了摄影师的方向。巨鳄立即甩动尾巴朝我冲来，我抄起旁边散落的金属支架，趁他张开嘴的瞬间，死死卡在了他的嘴里。刚才还凶焰滔天的巨兽，此刻只剩徒劳扭动的粉。随后我在众人惊呼声中，一拳砸向鳄鱼的脑袋，金属支架直接穿破了他的上下颚，巨鳄当场没了动静。我转身就朝陈主任冲去，单手搭在高台边缘，腰腹一用力就翻了上去，顺势一记高踢腿踹在他下巴上。陈主任双眼泛白，直挺挺的从高台摔了下去，他浑身抽搐着蜷缩在地，唾沫不停往外流。校长他们彻底被吓傻了，摄影师咽了口唾沫：“远哥，他不会死了吧？”我从高台上轻松跳下，瞥了一眼陈主任：“就是晕过去了，死不了。”李教授这才反应过来：“林远，你没事吧？你怎么变得这么能打了？”我挠了挠头：“以前没机会表现而已。”校长这时站了出来：“先别说这些了，快叫人送赵队去医院。”我们这才反应过来打电话。过了没一会儿，大批警员赶了过来，控制住了鳄鱼和陈主任。经过检查，赵队长并没有大碍。醒来后得知经过满脸后怕，随后我作为重要人证跟着去警局做了笔录。这时我才知道，陈主任实则是个精神病，有着制作标本的极端癖好。他伪装成老好人，专门诱骗流浪汉，用饲养的鳄鱼处理尸体，然后将标本公然放在办公室。之前的保险箱是他一个外校学生偷的，那学生发现秘密后想敲诈，也成了标本。若不是我捞起鳄鱼和保险箱，不知还有多少人要遭殃。离开警局10天已经黑了，赵队长亲自送
送我回学校。回到宿舍，我看着系统面板，忍不住兴奋起来。昨天抽到的功夫可是救了自己一命啊！想到这，我立即开始抽奖。下一秒，系统提示出现，消耗1次抽奖机会，抽到技能拆弹专家。我直接愣住了。系统这是在暗示什么吗？第二天，我和室友走到食堂的时候，公告栏前已经围满了人，上面又多出了2条新校规：禁止在学校饲养鳄鱼，禁止在人工湖用强词打捞。系统立即提示奖励2次抽奖机会。饭后，我和室友告别去了李教授办公室，他一见到我立即后退：“你别过来！”我直接愣在了门口。教授，你至于吗？李教授听到这话直接炸毛：“废话，我能不至于吗？你说我这几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今天没有课业，校长说要全校通报表扬你，你快去广播室发表个感言，就说几句感谢领导、鼓励同学的话就行。”见他那个样子，无奈我只好答应。来到广播室的时候，负责的老师还没来，我只好和摄像师在里面等着。我百无聊赖地拨弄着旁边的按钮。李教授今天怎么了？是被老婆骂了，还是更年期到了？摄影师嘿嘿一笑：“可能是上火了。”我坐直身体：“你觉得咱们校长怎么样？”摄影师想了想：“是个负责的好校长。”我直接翻了个白眼：“可拉倒吧！我上次去他办公室，不小心看见他穿女装戴假发自拍，还嘟着嘴比耶呢，一大把年纪了，也不嫌恶心。”这时摄影师凑了过来：“那教导主任呢？我看他平时挺凶的。”我呵呵一笑：“他外强中干罢了。跟你说个秘密，学校厕所不是有治那方面的小广告吗？有一次我看到他对着墙上的号码打电话，干什么你自己想。咱们学校这些老师哪个没点黑历史？等哪天有空我挨个说给你听。”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敲响，外面是个穿着陈旧工装的中年男人，肩上扛着半旧的工具包。看到我，他挤出个僵硬的笑容：“请问你是林远同学吗？”我点点头：“我就是。大叔是哪位？”他走近2步笑了笑：“我儿子也在这上学，他把你当作偶像，现在看来果然是一表人才。”听到这话，我立即站起身问好：“叔叔好，您太客气了。”男人指了指桌上的麦克风：“我来检修一下。”闻言，我立即侧身让开。就在这时，他突然用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别动，再动我弄死你！”我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在发抖，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叔，您冷静点，我没得罪过您吧？”他的声音非常沙哑：“我没骗你，我儿子叫李小明，他确实把你当偶像，所以我才绑你，对不起。”我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说实话，我不太认识你儿子，咱们无冤无仇的。他抽噎了2下，平复情绪：“我不是真的想害你，要怪就怪你们学校领导不是东西，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说着，他竟然把刀转了过来，用刀背对着我的脖子。我眼神一闪：“那你绑我是为了什么？是你儿子出了什么事儿吗？”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他死了。”随后他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我这才知道李小明原本就性格懦弱，他家里条件差，一直是父子俩相依为命。他心疼爸爸辛苦，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但后来大叔还是知道了，找班主任理论，却只得到敷衍。长期的霸凌让李小明患上严重抑郁症，他最终在2个月前自杀了。这时我才想起李小明，那是个腼腆不爱笑的学弟，我只是曾经帮他说过一句解围的话，他竟然一直记在心里。大叔，对不起，要是我早点知道，或许能拉他一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大叔眼中的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我只是想把事情闹大，让所有人都知道。就在这时，门口传来校长的声音：“李小明家长，你别激动，我是这里的校长，我已经都知道了。你儿子的事儿确实是我们学校的失职，我保证会给你一个公道。你先放了林远同学，我们可以慢慢谈。”大叔听到声音，立马挟持着我转向门口。别以为我好骗，你们这些人都是一肚子坏水，要么叫记者和教育局的领导来，要么我今天就闹个底朝天，为我儿子讨公道。闻言，校长愤怒地转过身：“刘明，李小明遭受霸凌的事儿，你为什么不上报？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刘明脸色惨白：“我调查过，就是学生间的小矛盾，我也批评教育过那几个学生了，还叫了家长，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大叔听到这话彻底炸了：“你放屁！我儿子命都没了，你却说只是小矛盾，今天不能给我儿子一个公道，谁都别想活！”此时直播间的人气刷得飞快，网友们全被气炸了。我癌症晚期，还有2个月可活，就爱打抱不平。有孩子被霸凌的家长可以找我，钱给到位，什么都可以办。你们发现没有？被霸凌的几乎都是那些自卑孤僻的人，而性格开朗自信的人根本没机会被霸凌，因为霸凌只有1次和无数次。正常孩子早就告诉爸妈了，而性格自卑的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把这些人渣全部送进去。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没多久，陈局就来到了广播室。我是公安局局长，你已经被包围了，现在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不要一意孤行。陈局的话音刚落，几道红色光线就落在了大叔身上。我知道狙击手已经就位了，我心里一紧，赶紧看向门外。陈局长别开枪，我害怕。而大叔听到我的话就犹豫了，他突然一把将我推开。来呀，开枪啊！你们都跟着我一起死啊！我踉跄几步站稳后，回头才看见他外套里面好像还绑着雷管，手里攥着打火机。他又打开随身的包，里面露出用红蓝电线
连在木板上的定时装置。他疯狂的大笑：“我今天来就没想着活，我儿子死了，我活着也没盼头。就算你们打死我也没用，我已经在学校装了定时炸弹，我一死就马上引爆。”校长听到这话，眼前一黑，差点栽倒。他对着老师们大吼：“快通知全校撤离！”老师们闻言立刻往楼下狂奔。陈局连忙拿起通讯器，立刻联系微报大队，让他们以最快速度赶来，对全校进行地毯式搜查。我站在广播室门外10几米处，看着大叔视死如归的样子，心里格外压抑。我忍不住走上前：“大叔，收手吧，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是死了，谁给你儿子讨公道？”随后我指了指旁边的摄影师，又扯出他胸口的摄像头。刚才我们的对话都通过直播传出去了，不光在场的人能看到，网上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要的曝光已经做到了，没必要再继续了。以前我没能帮到你儿子，这次我一定帮他讨回公道。校长赶紧跟着附和：“林远说的对，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保证让那些人付出惨痛的代价。”陈局也上前一步站到我身边：“你放心，我们马上立案调查你儿子的事。如果情况属实，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犯罪，我保证把他们全部抓起来，给你儿子一个公道。”在我们的接连劝说下，大叔的眼神渐渐暗淡，他握着打火机的手无力垂落，踉跄着后退一步，靠在墙上缓缓滑坐到地上。蓄势待发的特警队员瞬间将大叔控制住，其他人赶紧上前检查他身上的炸药。很快，一名特警队员站起身报告：“经初步检查，所有爆炸物均为伪造道具，无任何爆炸危险性。”众人都愣住了。陈局哭笑不得，吩咐特警准备收队。可就在所有人以为闹剧结束时，微爆大队的张队长急匆匆跑来：“陈局，我们在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第3排书架顶端的隐秘夹层里，发现了含有 C4 塑胶炸药，重量约1.5公斤，连接着高精度电子计时引信，威力足以夷平整个阅览室及相邻区域。倒计时还剩3小时38分。”此话一出，全场皆惊。陈局瞪大眼睛，猛地转头看向大叔：“这怎么回事？”大叔连忙摇头：“真的不是我，我再疯也不会伤害无辜的孩子。”见大叔急得快哭了，我立马站出来：“我相信不是大叔做的，他要是真有害人之心，之前就不会故意推开我。炸弹肯定是别人放的。”陈局皱紧眉头，陷入沉思。随后他对着通讯器沉声下令：“全体注意，应急指挥部权限提升至最高等级，微爆大队不惜一切代价，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所有炸弹。技术侦察支队立刻调取图书馆及周边48小时内所有监控，一帧一侦查，同时启动信号监测，搜索异常遥控或定时信号源。特警支队配合教职工和安保力量，20分钟内完成全校人员疏散清场，设立3层警戒线，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出。”随着一连串命令的下达，所有人都开始行动起来。很快，防空警报再次响起，直播间的网友大气都不敢喘，人气持续飙升。妈呀，这学校太恐怖了！不对，是林远太恐怖了，跟他沾边就没安稳日子。这跟林远有啥关系？他也是受害者，顶多是刚好碰上了而已。这边部署完毕后，陈局拨了个电话出去，那头正是前几天带韩老爷子过来的刘首长。他听到大学里有炸弹袭击，当即表示马上带人过来支援。就在这时，有人跑来汇报，在食堂和教学楼等地陆续又发现了3枚炸弹，查看监控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所有放炸弹的地方都是监控死角。就在这个时候，支援到了，车队在警戒线前稳稳停下，刘首长带着2排士兵走了下来，陈局立刻迎上去将情况简单说明。目前发现的炸弹全都结构复杂，可能有反拆卸装置。刘首长微微颔首：“从现在开始，挨爆和电子侦查由我方接管，警方负责外围秩序和情报支持。”陈局当即点头应好。排爆手加入后，微爆大队的压力骤减，不到半个小时就又搜出了11枚定时炸弹，倒计时和之前的一致，现在距离爆炸只剩1个多小时。刘首长紧紧皱着眉：“搜索继续，务必把所有炸弹找出来。炸弹评估做好了吗？”为首的排爆兵面露难色：“首长，这批炸弹内置了水银平衡开关，轻微倾斜就会瞬间引爆炸弹，没法转移到防爆罐运去野外销毁，直接拆除的难度也极高。”随后排爆兵调出结构图，计时器是双回路冗余设计，切断主线路备用回路仍会工作，外壳有反拆卸装置，非正常打开或切错线都可能直接触发。校长声音发颤：“难道学校真就逃不开被炸的命运了吗？”就在这时，我上前一步：“我或许能帮上忙。”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陈局第一时间呵斥：“林远，别胡闹，这不是成英雄的时候。”刘首长也点头：“林远同学，韩老爷子特地打招呼要照顾你，你可别胡来。”校长赶紧拉着我往后退：“这孩子今天被绑架吓坏了。”我无奈叹了口气：“我没开玩笑，你们忘了之前的航弹和核弹了吗？对于炸弹，我是专业的，而且我有100%把握拆除。”刘首长瞳孔一缩：“你打算怎么拆？”我拿起之前的结构图：“你们看这根红色的粗线，看着像主电源线对吧？其实这是第一个陷阱，它内部缠绕了细小的记忆金属丝，一旦切断电流，金属丝冷却收缩，会直接拉断旁边真正的安全保险丝。”我继续指着另外一个点：“还有这个看似多余的电容组，其实是刺激震荡回路的关键。如果先剪断绿色的时钟信号线，积累的电荷会瞬间涌向雷管。”排爆兵赶紧放大图像查看，果然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他倒吸一口凉气，看向我的眼神彻底变了。刘首长忍不住追问：“那你说该怎么解决？”我笑了笑：“很简单，我们要打破常规思维，我们不剪线，而是要喂饱它。”随后我指向结构图：“你们看这并联电容组和冗余回路，它们共同维持着危险平衡。我们
只需在这个节点接入高精度稳压电源，提供远超其需求的稳定电流。当外部供给远大于内部消耗时，这两个就会因过载进入保护性休眠，整个电路的敏感触发机制就会暂时失效，计时器停摆，反拆卸装置的信号监测也会因能量溢出紊乱。到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安全窗口，直接拆外壳，取出炸药和引信。排爆兵盯着结构图琢磨几秒，突然倒吸一口凉气，天才！造炸弹的人绝对想不到有人会这么拆，这个方案的把握极大。刘首长闻言立即看向我，你需要什么，我们全力配合你。我指了指排爆兵，我需要他当我的助手，还有一套最精密的拆弹工具，以及绝对安静的环境。刘首长立即看向排爆兵，你配合林远同学，必须保证他的安全。此时直播间的评论早已炸开了锅，可恨啊，又让这小子装上了。同样受的9年义务教育，林远受的是教育，我受的是义务。随后我在众人的注视下，和排爆兵进入临时封锁区。我们先去了最近的一枚炸弹处，我静静观察片刻，然后看向排爆兵，麻烦帮我稳住外壳。闻言，他立即上前死死按住炸弹。我拿起特制光纤窥镜，小心翼翼地从预设缝隙插入，避开内部激光感应线。设计者很狡猾，用了俄罗斯套娃式结构，外层是迷惑人的并联电路，检测任何一根都会当场引爆。真正的核心控制单元藏在内层独立屏蔽罩里。说着，我拿起超低温喷雾，局部冻结外壳特定连接点，再用精密电墨笔以微米级精度切开一个小口。这排蓝色电阻构成了假性电压分配网络，按常规思路分流，会立刻触发爆炸。随后我用绝缘探针轻轻拨开导线，露出下方真正关键的双稳态触发器。真正的拆解顺序是先用微电流短路触发器复位端让它保持静默，再同时切断这3根金色数据总线。话音刚落，我就同时剪断了这3根线。计时器上的时间骤然定格在1小时12分。第一枚炸弹成功拆除后，我和排爆兵又转移到了食堂，发现这里的炸弹又换了个花样，但也被我在1分钟之内就成功拆除了。紧接着我一枚又一枚的拆除，当最后一枚炸弹被成功拆除的瞬间，现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和掌声。所有士兵看我的眼神都像在看英雄。校长第一个冲过来拍着我的肩膀，林远啊，我就知道你靠谱，学校有你真是幸运啊。陈局也笑着点点头，真没想到你小子这么厉害，有这水平直接去部队啊，我们保证把你捧上天，对吧刘首长？刘首长面露微笑，有韩老爷子作保，再加上这技术，只要你愿意从军，将来成就必然超过我。我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我就是运气好，哪有这么夸张吗？这话一出，众人都忍不住笑了。直播间人气依旧飙升，网友们的评论也透着羡慕，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你说他是好学生吧，他到现在一个课业没完成，还总是闯祸。你要说他不好吧，连将来的路都铺好了，突然感觉自己混得还行，迈巴赫一辆，小别野一套，200万存款，老婆还对我特别好。唯一不顺心的是他儿子比我大10岁，不肯喊我爹。接下来警察和部队全员出动继续搜索，直到倒计时的最后10秒，也没再发现新的炸弹。所有人都长舒了口气。刘首长和各单位确认后，宣布危机解除。士兵和民警们激动地相拥，随后不知是谁带的头，他们直接将我抬起来抛向了空中。最后还是刘首长发话，他们才把我放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个民警匆匆跑来汇报，陈局，教学楼广场出现3个穿校服的学生，每人手里都拎着白色塑料桶，行为非常可疑。闻言，我们立刻赶往教学楼广场，远远就看见3个学生举起桶要往头上浇，几个特警瞬间冲上去扑倒3人。等我们走近后，一股汽油味扑面而来，这3人的行为太过可疑，说不定就和炸弹案有关。校长怒视着3人，你们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其中2人仰头不语，只有一个胆小的低下了头。我叫杨伟，是2年级计算机系5班的，我们准备在这里用汽油自嘎。校长瞳孔骤缩，你们年纪轻轻，为什么要走这种极端？杨伟瞬间哭了出来，是他们忽悠我来的，校长，我后悔了，你救救我！高个子死死瞪着他，你个叛徒！民警见状立刻把他拉到一边。陈局盯着他的眼睛，炸弹的事跟你们有没有关系？杨伟连忙摇头，我们不知道炸弹的事，我和他们在约嘎群里认识的，群里有人发起了挑战，我当时脑子一热就参加了，可真到这一步我就害怕了。陈局闻言神色瞬间凝重起来，把你说的那个群给我看看。杨伟连忙掏出手机，打开那个约嘎群递了过来。经过技术人员的检查，发现群成员来自西海市各地，有成年人也有学生，聊天记录里全是厌世轻生的言论。群里不光有想不开的人，更有不少成年人在刻意引导教唆，还详细传授自答的方法。杨伟也只是因为成绩不好被父母逼得崩溃，一时想不开才进了群，然后在多人怂恿下参加了挑战，到最后一刻才后悔。看完聊天记录，所有人都气炸了，没想到网络上竟藏着这样一群畜生。陈局立即下令严查，指令下达后，很快就查明了几个涉案人员的身份信息。只是这次自焚挑战的发起人无从查起，他的身份信息都是假的，这次的炸弹案很可能就是他干的。陈局无法，只能下令将群主带过来审问。据他交代，那个发起人让他帮忙扩散教唆人自杀的言论，把钱放在指定地方让他自己取，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只是他每次拿到的钱上都有一股酸味和金属锈蚀的腥气。就这样，事情再次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我突然站了出来，刘首长，陈局，我或许能找到那个人，同时具备酸味和金属锈蚀味，很可能来自处理回收金属的酸洗工艺，应该是有一定规模的废品回收加工点，而且对方显然对我们学校比较熟悉，很有可能离这里并不远。闻言，陈局立即下令排查附近的废品站，警方迅速行动，很快锁定了一家5公里外的废品厂。他马上带人赶过去抓人，我作为关键分析者获准随车同行，刘首长则留守在学校。10分钟后，车子停在破败的大院子前，
我们刚下车就闻到了那股酸涩和金属锈蚀的混合气味，这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随着陈局一声令下，民警们齐刷刷冲进厂区，可一番搜查后却没发现任何人影。就在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汇报：陈局，院子中间的地上插着一个字牌，上面写着 surprise。我们立即走进厂区，这时我发现字牌下面的泥土有开裂痕迹，我刚掰开一块干透的泥土，就发现了下面有个计时器的显示屏，上面的倒计时只有2分钟。与此同时，系统面板突然浮现，检测到宿主面临重大危机，发现超过3吨炸弹埋于地下，这些炸弹是2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被老板埋于地下。我连忙朝着众人招手：快跑，地下有定时炸弹，只剩不到2分钟了。闻言，陈局立即招呼众人，所有人立刻撤离到安全距离外。众人立即冲上了车子，司机将油门踩到了底，刚开出去不到500米，身后的废品站就传来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紧接着四面八方的连锁反应彻底爆发，地下的炮弹全被点燃。废品厂的地面被狠狠掀起，火焰瞬间吞没了厂区，浓烟形成粗壮烟柱直冲云霄，警车仍在狂奔，身后的爆炸声依旧在持续。此时废品厂早已被火光浓烟彻底淹没，车子开出2公里后，爆炸变成零散的声响。陈局确认安全后下令停车，随后下车望向废品厂方向，倒吸了一口凉气，又转头看了看我：怎么你到哪儿都会爆炸？我翻了个白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炸弹又不是我埋的。10分钟后，爆炸彻底结束，陈局果断下令返回现场，路上保持警惕，留意未爆弹和危险结构。车队再次启动，沿途的景象触目惊心。抵达原废品厂大门附近时，就见原本的工厂变成了巨型焦坑，整个区域死寂一片，只剩风吹焦土扬起的灰烬。陈局下车环视一圈，让微爆大队过来地毯式搜查，通知消防单位详细告知爆炸情况。技术人员立刻查询废品厂老板所有信息，等确定安全后进场收集证据。通知警局，在西海市所有高速出口、国道、高铁及机场设卡，全面排查，绝不能让嫌疑人跑了。众人齐声应是。就在这时，我突然上前一步：陈局长，现在能确定学校的炸弹是这位老板所为，但我觉得他不会逃跑。你还记得那块字牌吗？他猜到我们会来，才提前布置了定时炸弹，敢用炸弹炸警察，说明他已经不在乎死活了。结合他之前的行为，作风更像是在报复社会。若我是他，现在绝不会跑。我的话刚说完，陈局瞳孔骤缩：你是说已经转移到公园的学生？我点点头：没错，公园那边现在一定很混乱，学生都集中在那儿，对报复社会的人来说，正是绝佳的下手时机。陈局听完，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头顶，立刻联系刘首长和指挥中心，启动最高警戒。随后他转向众人：所有人立刻赶往西山公园，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立即强行控制。话落，众人迅速登车出发。路上，陈局不断通过电台下达命令，通知交警开辟紧急通道，联系校长，稳定学生情绪，发现可疑人员立刻上报。等我们抵达公园时，刘首长已带人开始排查。此时这里的上万名学生显得尤为放松，三两成群的聊天打闹，现场一片嘈杂。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响起惊呼声，一名打扫卫生的大叔被民警当场按倒，掀开衣服就看见里面竟藏着数枚 C4 炸弹，周围学生吓得不停尖叫。陈局立即下令排爆组过来处理。与此同时，汇报声不停传来，东侧灌木丛抓获伪装成园丁的嫌疑人，搜出自制手雷；西边厕所附近抓获携带易燃物和遥控装置的可疑人员；北侧停车场无牌面包车内发现大量炸药原料和工具，嫌疑人拒捕被击伤控制。接连揪出4名歹徒，其中就有废品厂老板，他果然没跑，反而潜伏到了公园。好在这边戒备严密，不让陌生人靠近学生，才没给他们引爆的机会。学生们被老师和武警迅速引导至开阔地带，现场一阵恐慌蔓延。陈局与刘首长站在指挥车旁，脸色铁青地盯着混乱场面。2小时后，经过多轮拉网式排查，确认再无其他可疑人员。陈局长拿起对讲机：各单位协助校方组织学生有序返校，全程保持警惕。接到命令后，老师们开始组织学生排队，军警在外围形成保护圈，引导队伍向出口移动。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死死锁定了人群中一个大妈，她是学校食堂的打饭阿姨，因打菜手不抖，不少学生都爱排她的队。此刻她正和学生们有说有笑，模样十分和蔼，但只有我知道，她身上也有 C4 炸药，遥控器就在她右边口袋里，只要她揣在兜里的手一按，就可以摧毁半径15米内的所有人，50米范围内的人都会受伤。瞬间一股寒气直冲头顶，这个平日里和蔼的阿姨，竟是隐藏最深的歹徒。她此刻正站在几支学生队伍的汇合处，报警已经来不及了，炸弹随时可能被触发。我知道她在等伤亡最大化的时机，而这也是我唯一的机会。想到这儿，我不动声色加快步伐，在距离打饭阿姨几步远的地方停下。王阿姨，大妈明显愣了一下，看清是我后脸上露出惊喜。林同学，你吓坏了吧？回去阿姨给你多打点肉吃。我走到她跟前，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好啊。下一秒，我身体侧倾，左手快速伸向她的右边，瞬间卸掉她的手腕关节。只听大妈发出一声短促的痛呼，右手便再也无法动弹。与此同时，我右手锁住她的喉咙，将她重重砸向地面。大妈像麻袋般倒地，双眼翻白，彻底失去意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周围学生和老师全被惊呆了，现场陷入死寂。有同学失声惊呼：林远，你干什么？陈局反应最快，立即下达命令：保护现场，控制嫌疑人。随后带着特警冲了上来，2名特警迅
迅速将昏迷的大妈双手反铐，女警撩开她外套，腰腹间缠绕的 C4 炸弹赫然暴露，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所有人瞬间明白，这个看似和蔼的阿姨竟是漏网之鱼。先前和她闲聊的学生们脸色煞白，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感激。陈局面色凝重的走过来，林远，你怎么发现他的？我心有余悸的看了眼大妈，她右手一直揣在怀里，行为太可疑了。陈局点点头，好险，差点阴沟里翻船，多亏你及时发现。他当即下令再次搜查，连学生都纳入排查范围，好在没再发现其他炸弹携带者。至此，这桩重大校园袭击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刘首长带着士兵返回基地，陈局则押着所有罪犯回警局。我作为关键人物随行做笔录，审讯也在同步展开，很快就查清了来龙去脉。这伙人是极端反社会团伙，由废品厂老板牵头，目标就锁定了西海大学。他们加入约死群洗脑学生轻生，原本计划用爆炸加学生自达来制造轰动，却因之前绑架我的大叔误爆炸弹，打乱了节奏，转而在废品厂设伏，又潜伏到公园针对疏散的学生。好在所有危机都被及时化解，涉案人员全部落网，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严惩。做完笔录，陈局亲自送我回到学校，校长带着校领导早已在校门口等候。一番寒暄后，我终于回到宿舍。晚上躺在床上，我启动系统进行了2连抽，消耗2次抽奖机会，抽到技能分金定穴和开挖掘机。我一阵无语，之前抽到的技能隔天就用上，这次这2个技能是想让我干什么？第二天上午，我刚走进食堂，系统声音就响起了，检测到新校规2条，奖励抽奖机会2次。食堂公告栏上赫然是新增的2条新校规，禁止学生独自进入学校广播室，禁止和学校打饭阿姨谈恋爱。第1条我能理解，看到第2条时我直接懵了，这跟我有毛关系啊？后来从其他同学的议论中才得知，昨天那个潜伏的打饭阿姨竟然同时和多名男同学暧昧，可谁能想到她竟是个极端分子？我听完后露出了古怪的神色，这操作比许仙和宁采臣还离谱啊！直播间网友早就笑疯了，人气值不断上涨，人才啊！在学姐和学妹间选择了阿姨，找打饭阿姨既解决单身又管饭，这想法绝了。公告栏旁还有另一份通知，是关于李小明被霸凌的处理结果，班主任被吊销教师资格并拘留，参与霸凌的学生全部被带走调查，他们都是成年人了，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学校还决定全面排查霸凌事件，杜绝类似悲剧发生。至于大叔，因为造成恶劣影响且间接帮了大忙，最终功过相抵被释放。吃完早饭，我来到李教授办公室，刚进门一个东西就朝我飞了过来，我立即侧身躲开，那东西直接砸在身后摄影师脸上。李教授没好气地看着我，某人不是说我更年期了，还要给我找女学生吗？我脸色一僵，教授，我这都是为了宗门着想啊，找个小学妹过来才能发扬光大啊。李教授被我说得哑口无言，直接摆了摆手，就你能说？今天给你布置个新任务，去实验室取一块琥珀沉积岩样本，复原并论证其古环境气味特征。我表情大变，不是吧教授，换一个行不？那玩意味道实在受不了啊。李教授直接瞪了我一眼，别只沉迷视觉重建，气味也是生态系统的化学指纹，少废话，快滚吧。走出办公室，我连苦的都能拧出汁了。摄影师好奇的凑过来，哥，什么任务让你这么为难啊？我白了他一眼，你不懂，远古生态场复原，说好听点是科研，说白了就是把石头里的万年老臭熬出来。话落我一边哀叹，一边磨磨蹭蹭的走向古生物实验室，打开房门，立即启动专用通风橱和密封加热装置，随后掏出防毒面罩戴上，最后才小心翼翼的取出琥珀沉积岩样本。摄影师当场懵了，哥，你这是要做什么实验？别吓我啊！我直接扔给他一个防毒面罩，戴上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摄影师不敢多问，赶紧戴好。我先启动仪器加热，样本温度逐渐升高，达到临界点时，反应釜中发出一声轻微的噗声，紧接着一股黄绿色烟雾涌了出来。即便有强力通风橱，还是有一丝气息泄露了出来，这味道堪称毒气核弹，超越硫化氢的臭和腐肉的腥，穿透力极强。摄影师一声干呕，我的妈呀，这什么味儿啊？防毒面具都挡不住。我无奈叹气，你就知足吧，我以前连防毒面具都没有，那酸爽劲才叫上头。摄影师原本觉得我大惊小怪，此刻才明白这臭味根本无物可及。随着实验推进，更多臭气排出，实验室上下都飘荡着浓重的黄烟。没多久门外就传来干呕声，紧接着走廊里骂声连成一片，是古生物实验室，是林远那个灾星。没多久实验室的门就被敲响，管理员张大爷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林远，你是不是在练生化武器？整栋楼都被你熏成烟菜缸了。我听到声音打开门，一股浓浓烟瞬间冲了出去，差点把他熏倒。张大爷，我这是正经科研。他被气得直跳脚，科研个屁，给你5分钟，立刻带着装置离开，实验室不欢迎你。我看着外面的狼藉和无数杀人般的目光，无奈只能抱着整套装置，在全体师生的注视下灰溜溜地走出实验楼。直播间人气值疯狂上涨，网友再次笑疯了，隔着屏幕都闻到味儿了，比主使还恶心，这是纯生化武器啊！戴着防毒面具的我们格外显眼，路过的同学闻到臭味，纷纷捂着鼻子狂奔。实验室不让用，其他地方也不合适，我只能去了挖到防空洞的操场荒地。可刚摆好装置没多久，附近干活的工人就扛不住了，纷纷停工跑路。可他们刚走，上课路过的学生又遭了殃，他们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惊慌逃离。我盯着快做完的实验，重重松了口气，总算要结束了。可还没等我缓过劲，校长就带着李教授一行人急匆匆地赶到了操场。可他刚张开嘴，却突然捂住嘴干呕，显然是被臭味呛着了。李教授也神色古怪地捂着脸，校长忍住想吐的冲动，气急败坏地指着我：“林远，你赶紧给我停下！”我一脸懵地看着他：“咋了，校长？这可是李
李教授给我安排的课业啊。话音刚落，李教授立即后退了一步。教导主任捂着鼻子：“你知不知道好多同学因为这毒气产生幻觉了？快别弄了！”听到这话我更懵了。不至于吧？这不就是有点臭吗？就在这时，保卫科长突然怪笑起来，紧接着抱住旁边的歪脖子树，脸在树皮上来回蹭着。小红，别离开我，我以后再也不凶你了。见状我直接傻眼，他这是发春了吗？那边的校长突然也不对劲起来，突然摆出小女孩的姿势看向众人。我可爱吗？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真中招了。李教授见不对劲，赶紧往后退了几十米。林远，你到底在弄什么玩意？说着就掏出手机给校医打电话。我一脸无辜的看着他，我啥也没干啊，就跟以前一样做实验来着。李教授追问，那校长怎么会中毒？我眉头一皱，你肯定弄错了。要是我这东西有毒，实验楼的人早中招了。你要是不信，打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闻言，李教授立即拨通了张大爷的号码。电话里张大爷骂骂咧咧的，压根没中毒的迹象。实验室的人也都好好的。我摊摊手，你看，这肯定不是我造成的。这时校医赶了过来，给校长和保卫科长闻了点刺鼻的东西。俩人没多久就清醒了。李教授立即把刚才的发现跟校长一一说明。校长皱起眉头，这么说中毒跟林远没关系，可我刚才明明是闻了这味才中招的。我目光扫过周围的荒草、土坡和散落的施工材料，看着都挺正常的。突然我的视线定格在校长刚才站的位置，那儿有个下水道井盖。就在这时，系统面板弹了出来，检测到高浓度硫化氢气体，原点定位正前方6.8米处的市政污水井盖，因通道堵塞，硫化氢从缝隙溢出，危险极高，轻度中毒可出现鲜明幻觉，严重可导致电击样昏迷或迅速死亡。当前泄漏点上方区域浓度已具备中度中毒风险。我瞬间就明白了，原来不是我的实验有毒，是他们刚好凑到井盖附近，吸了下水道漏的毒气才产生幻觉的。还好我和摄影师都戴了防毒面具才没中招，这硫化氢可是剧毒，井盖下面的浓度怕是闻一口就没了，想想都后怕。想到这里，我赶紧冲李教授他们摆手，千万别靠近那个井盖，我怀疑你们中毒跟那个井盖有关系。这话一出，众人都愣住了。我又冲他们摆了摆手，指挥他们向旁边退去。肯定不是我做的实验导致大家中毒，李教授能帮我作证。闻言，李教授当即点头，他确实一直在做实验。我摊了摊手，听见了吧，跟我没关系。你们现在还能闻到我这味道，不也没出现幻觉吗？那些中毒的人最统一的点是都路过了这条小路，而不是闻了我这个味道。要想知道原因，只需要找化学系的人来检测下就知道了。校长看向教导主任，立刻让化学系王教授带检测仪过来。闻言，教导主任马上拨打了电话。没一会儿，王教授就带着2个学生提着设备跑了过来，他们戴上防毒面具，先远远测了我实验装置周围的空气。王教授盯着数据，主要是有机硫化物和少量氨气，毒性很低。接着他按我的指引去了小路上，检测仪刚靠近就立马发出了警报。等探头靠近井盖缝隙时，数值瞬间飙升，警报声也变得急促起来。王教授脸色煞白，声音都变了调：“我的天，是硫化氢，快退开！这浓度吸多了能要命，还会引发严重幻觉和昏迷。”闻言，众人赶忙再次往后退。李教授一边退一边冲我招手：“你还愣着干啥？”我无奈指了指实验装置：“可我实验快结束了。”李教授急得直跺脚：“都啥时候了？小命重要还是实验重要？快点过来！”无奈我只能停下实验走了过去。一旁的摄影师心有余悸地凑过来：“哥，这也太惊险了！咱要是没戴防毒面具，这会儿说不定都嗝屁了。”校长当机立断下令：“通知环保局和应急管理局，立刻疏散这片区域所有人，不准学生靠近。”说完又转向王教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教授沉思片刻后看向他：“硫化氢无色，但有臭鸡蛋味，平常本该很容易闻到，只不过今天林远同学的实验味道太浓，把他给掩盖住了。”校长点点头：“原来如此。”我见状脖子一缩，赶紧往李教授身后躲了躲。10几分钟后，环境应急监测中心和消防部门的车都赶到，工作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疏散围观学生。检测人员把采样管探进井盖缝隙，仪器屏幕上的数据立马疯狂跳动。检测人员的声音透过面罩传来，确认是硫化氢，峰值超过1000 ppm， 这浓度几次呼吸就能让人瞬间昏迷、呼吸麻痹。现场静的只剩检测仪的警报声。这时监测人员又补了句：“不止如此，还检测到半生甲烷，浓度已达爆炸下限，这是易燃易爆的混合毒气环境，所有非防爆设备远离井盖，禁止任何火源。”这话一出，所有人都不自觉看向我，校长更是耷拉着脑袋，一脸生无可恋。李教授连忙看向检测人员：“气体怎么会从这泄漏？”不等对方回答，我就站了出来：“这很简单啊，下水道四通八达，正常情况下有毒气体都会散掉，可这条下水道刚好因为人防工程的事被堵了，气体排不出去，就从这冒出来了呗。”我话音刚落，检测员就盯着仪器惊呼：“硫化氢背景值里有异常高浓度的特征性污染物，是铜离子气溶胶。”王教授倒吸了口冷气：“据我所知，隔壁电子厂会用到硫酸铜，用过的废水里就有大量铜离子，这东西可是把有机物转化成硫化氢的高效催化剂。刚才专家说下水道有铜离子，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他们厂了，会不会跟他们有关？”校长脸色骤变：“电子厂和我们学校就隔了一条10车道的马路，按说这么大的厂，废水处理肯定重视，不该往市政下水道排污，难道是出意外了？”随后他又看向环保局领队：“麻烦检测下从学校到电子厂方向的下水道气体浓度。”闻言，检测人员立刻行动，
果不其然，越靠近电子厂，硫化氢浓度和污水里的铜离子含量就越高。好在途径的2个井盖没人经过，不然可就不只是置换那么简单了。环保局领队面色凝重，当即决定去厂里调查。校长也当机立断，留下教导主任善后，带着我和其他人穿过马路到了电子厂门口。保安见我们浩浩荡荡的，赶紧上前阻拦。校长率先站出来：“我是西海大学的校长，这几位是环保局的专家，有紧急情况要见你们领导。”闻言，保安立马进去通报。几分钟后，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急匆匆跑出来：“校长您好，我是工厂副总刘明，出什么事了？”环保局领队简明扼要说明了情况。刘副总脸色瞬间惨白：“不可能吧？我们时刻间确实用硫酸铜，也会产生这类废水，但有完整的处理工序，我这就带你们去看看。”说着，立马领我们进了厂区，穿过几个厂房，到了时刻间。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是硫酸铜和盐酸混合的气息。技术人员立即检查了主要排水口和管道接口，没发现明显泄漏痕迹。就在大家摸不着头绪时，我用指尖在地面一处不起眼的湿痕上抹了下，抬起来一看，指尖沾了点蓝绿色印记。我站起身：“刘总，你们厂的污水处理站和时刻车间是同时建的，还是后来扩建的？”刘副总愣了下：“污水处理站是后来扩建的，比车间晚2-3年，怎么了？”我立即皱起了眉头。那就是说，最初的排水管网布局和后来可能不一样了。刘副总额头冒了汗：“扩建时确实改造过管道。”我指着地面那条带蓝绿色痕迹的路径，它蜿蜒通向车间角落一个就地漏。要是当初管网改造不彻底，会不会留了极少数直通市政管网的旧排水口？尤其是生产压力大、废水流量骤增时，部分废水会不会因管道压力从这些废气口反溢或渗漏出去？环保局领队脸色一变：“快去污水处理站查进水口流量和实际处理量对不对得上。”紧接着，一行人风风火火赶到污水处理站，站长调出今日运行数据，指着屏幕：“今天进水流量比平时高了近40%，处理系统一直在满负荷运行。”话音刚落，操作控制台的技术员的声音突然传来：“等等，中和池的 pH 值数据不对，大量没充分中和的酸性含铜废水正积压在管道里，真相总算水落石出。”刘副总脸色惨白：“为什么现在才发现？立刻停工！”闻言，站长立即紧急关停了所有机器，时刻间也跟着停了工，刺鼻气味瞬间就淡了些。刘副总直接瘫坐在地，环保局领队面色铁青，立刻封锁整个厂区，通知应急小组进场彻查所有管道并封堵。这时我忽然走过去：“刘总，你们这下水管道是不是通着整个工厂啊？”刘副总茫然的点点头：“是啊，怎么了？”我神色一凝：“那你们工厂地下现在就是个毒窝啊，而且还有大量半生甲烷气体呢。”我一句话出口，刘总当场愣住，校长李教授他们也跟着傻了眼。对啊，怎么把这茬忘了？之前有小孩往含甲烷的下水道井盖里丢擦炮，直接炸出马赫环，周边汽车全遭殃。那才一个下水道啊，现在是整个工厂的量，这要是有人手贱丢个烟头，后果简直不敢想。想到这儿，所有人脸色全变了。校长第一时间拨打了教导主任的电话：“立刻让挖掘机把通往学校的下水道井盖堵上。”刘总双眼无神，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直播间里人气刷刷往上涨，弹幕也炸了，建议给林元起外号叫零爆炸，走到哪炸到哪，建议送他去倭国流血。终于懂消防员死亡率为啥高了，危险不是火是毒气爆炸啊，还好发现的早，不然西海大学明天又要上新闻了。还好这次是隔壁炸了。好一会儿刘总才缓过神，颤抖着将事情汇报给了董事长。好一会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咆哮：“你想让我死啊？立刻疏散所有工人，然后打电话报警，我马上过来。”刘总挂了电话，立即将命令通知了下去。片刻后，警报声响遍整个厂区，广播里反复喊着紧急疏散指令，工人们惊慌地涌向出口。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宿舍区那边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救命啊！宿舍楼里好多人晕倒了！”刘总脸色骤变，拔腿就往宿舍区跑。我见校长他们对视一眼，立即跟了过去。一到宿舍楼下，浓烈的臭鸡蛋味直冲鼻腔，所有人下意识后退几步。几个穿工服的员工正焦急地拍着宿舍楼大门，我室友还在里面，打电话没人接。我老公昨天夜班，现在肯定在屋里睡觉，敲门打电话都没反应。没多久，保卫科长带着破门工具赶来，狠狠撞开一扇房门，就见一名工人瘫倒在地上，面色青紫，已然不省人事。见状，救援人员立刻分成小组，纷纷破门救援。校长他们满脸震惊：“怎么这么多人中毒昏迷？”我皱了皱眉：“员工宿舍的排污管道应该直接连了下水管道，工厂毒气本就浓重，排不出去，便顺着管道逆行上来了。你们看，中毒的都是3层以下的住户，而且家里门窗都关着。”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而随着一扇扇房门被打开，中毒人数不断攀升，走廊里横七竖八躺了10几个昏迷的工人。好在这时，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还有防化专家的车陆续赶到，医护人员赶紧将昏迷的工人抬走急救，消防员立即建立警戒区，防化组和工程组也快速就位。1个多小时后，下水道的毒气就被全面控制住了。经过环保局的检测，甲烷浓度已不足以爆炸，硫化氢也得到了有效管控，所有人都重重松了口气。这期间，董事长赶了过来，先跟校长寒暄几句，得知是我发现的问题，立马笑呵呵走上前来：“小伙子，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笑了笑：“董事长客气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冲你叫我一声董事长，我把话放着，将来你毕业了来我这，我给你安排个好位置，经理怎么样？”我还没来得及拒绝，校长便笑着看向他：“你这经理，人家怕是不稀罕呢。市里的陈局亲自让他去当警察，就被他拒绝了。军方顶级大佬喊他去当兵，他也拒绝了。除非你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他，不然我就替他拒绝了。”董事长朝校长看了过去：“我听说校长最近在筹资重建学校操场，我代表工厂捐1000万，另外我个人
给林远同学100万，表达谢意。听到这话，我和校长的笑容根本压不住，齐刷刷走上前，一左一右握住他的手。谢谢董事长，好人啊！这一幕别说其他人，校长自己都愣住了，又寒暄了一阵。环保局监测车传出最后一份检测报告，厂区及周边下水道内硫化氢浓度已降至10 ppm 以下，甲烷浓度低于爆炸下限，各项指标符合安全标准。消防指挥车和救援车辆陆续撤离，一切看似都回归了平静。可就在环保局做完收尾工作准备撤离时，负责检测下水道气体的专家瞳孔猛地一缩。队长，仪器上显示硫化氢和甲烷的气体浓度开始快速升高，确定不是残余气体扩散。根据各点位数据比对，气体涌出的主要方向是那边。说着，他伸手指向厂区外下水道主管延伸的远处，所有人目光顺着他手指望去。董事长愣了，不是我们厂的问题。环保局领队当即下令，立刻追踪，启用管道内窥镜和远程气体采样设备。很快，检测人员沿途铺线路，顺着恶臭弥漫的下水道主干管逆向追踪。我和校长他们作为事件最初的发现者，被允许在安全距离外跟着。内窥镜传回的画面非常触目惊心，管道壁上糊着厚厚的油泥污垢，各种垃圾碎片随处可见。这时，前方操作的专家突然低呼一声，前面管道好像被堵住了。控制终端屏幕上是一个巨型灰白色凝结物，几乎完全堵死了管道，看着竟有种类似生命的蠕动感。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内部不断产生气体，气泡在粘稠表面翻滚破灭。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这巨型凝结块表面温度有30多摄氏度。与此同时，我的眼前浮出系统提示：巨型油脂山处于活性发酵期，具有极高的危险，内部结构不稳定，剧烈物理扰动或外部明火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甲烷爆炸或毒气瞬间释放，建议放火焚烧。我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巨型脂肪山，环保局领队诧异看我一眼：你竟然认识这个？我点点头，在视频上看过，这种油脂山是餐饮排放的油脂和其他不当丢弃的固体垃圾形成的巨型凝结块。下水管道里的生活污水在厌氧环境下被特定硫酸盐还原菌利用有机物代谢，产生大量硫化氢，而工厂偶然排入的含铜离子酸性废水刚好成了催化反应的完美添加剂，极大加速了硫化氢产生。而由于工厂停工，切断了铜离子催化剂来源，再加上消防队不断抽离毒气，毒气产生速度跟不上，所以一度减缓。但大量硫酸铜废水已经和它发生了化学反应，哪怕停止排放，也拦不住它释放毒气和甲烷。它之前应该是缓慢发酵，正因为接触了大量硫酸铜废水，现在彻底启动了。听完我的分析，所有人都满脸震惊，董事长更是一个踉跄，差点晕过去。那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他在1天，工厂就不能开工？领队点点头。我见过不少堵塞物，但这么大、活性这么强的还闻所未闻。具体处理方案，我得通知消防队一起研究。说着他就打了个电话。没多久，刚回驻地的消防队又急忙赶了过来。为了摸清巨型油脂块的情况，消防战士穿好防护服，不顾危险，直接进入下水道现场探测。当所有人通过高清画面看到那东西时，脸色全变得无比惨白。董事长更是当场没忍住吐了出来。临时指挥部里，环保局领队和消防队专家围着下水道管网图，争得面红耳赤。一位专家指着图纸，我建议调用大型制冷设备往管道里注液氮强制降温。另一位立刻摆手，不行，温差骤变会让油脂山外壳脆化崩裂，瞬间释放所有气体，等于直接引爆。消防大队长指尖点着图纸，那就用高压水炮远程切割打散它，再配合大功率抽吸设备。环保局领队抹了把额头的汗，那样更危险，高压水枪的冲击力可能直接引爆不说，一旦打散，这巨量污染源会堵死下游所有管道，毒物和易燃气体弥漫整个下水系统，后果不堪设想。一个个方案提出来，又被一个个否决。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我清了清嗓子，要我说就直接烧了吧。这话一出，现场瞬间死寂，所有人齐刷刷朝我看来。消防大队长瞪圆了眼，烧了？开什么玩笑？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甲烷吗？一点火星就能把整条街炸上天。领队和其他专家也跟着皱紧眉头，我却淡定的笑了。正因为知道风险，我才提议烧掉。这油脂山本质是个失控的化学反应器，危险就在于甲烷不断积聚，没法释放。我们所有保守方案都是在安抚这个快爆炸的火药桶，过程漫长还变数极多，任何环节出错都可能提前引爆。既然这样，咱们为啥不换个思路，在绝对安全的控制下主动帮他点炮，把这随时可能炸的隐患变成一次可控的定向能量释放。说着拿起笔在图纸上快速画示意图。我们可以在下游安全距离打通预设泄压口，装耐高温引导管道和特制燃烧喷头，同时往油脂山上游注入精确计量的纯氧，跟它自身产生的甲烷混合，形成最佳燃烧比例的混合气，然后通过耐高温陶瓷导管把特种电火花塞精准送到预设燃烧室位置。点火后，燃烧的火焰和高温气体主要沿着预设引导管道从泄压口喷出来，形成一道稳定可控的巨型火炬。这个过程会持续消耗油脂山本身的物质和能量。随后我放下笔，总而言之，咱们不是要炸掉它，而是要让它在咱们设计好的炉膛里稳定持续的把自己烧光。消防大队长死死盯着图纸，脑海里飞速推演每个环节。这时领队站了出来，理论上有可行性，关键是控制混合气体浓度，保证泄压通道绝对
最顺畅。要是成功，这不仅能解决危机，还能把污染彻底变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消防大队长猛地一拍桌子，就这么干了。说着他看向我，小伙子，我看走眼了，算你厉害。李教授把我拉到一旁，你咋连这都懂？我嘿嘿一笑，只要跟爆炸有关的，我都懂点。李教授点点头，原来如此，那下次研究火山沉积岩，你跟我一起去。闻言我直接傻眼，不是，这决定是不是有点草率？等方案一确定，消防队长立刻下令，让各组按照我的思路去做准备。一道道命令下达，整个救援力量再次高速运转起来，时间1分1秒过得飞快。等所有准备做完后，大队长立即拿起专用频道对讲机，各小组注意，现在进入执行阶段。远处的操作员当即用力按下红色按钮，我只觉脚下大地微微一颤，下游泄压口处爆发出一片橘红色火光。环保局监测屏幕上，代表硫化氢浓度的红色曲线飞速下跌，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曲线稳步攀升。看着这一幕，我心里也松了口气，这波可控燃烧成了。消防大队长重重吐了口浊气，转向我郑重地伸出手。林远同学，我代表全体救援人员感谢你，你今天的贡献无可替代。我伸手与他紧紧一握。太客气了，那什么，有奖励吗？闻言，大队长立马反应过来，必须有，回头我让人去学校给你颁奖，再附赠3000元助学奖金。我挠了挠头，颁奖就算了吧，能折现不？一旁的校长脸皮抽了抽，林远啊，这可是消防队颁发的荣誉，哪能用钱衡量？这样啊，你收下荣誉，我单独奖励你5000块。闻言，我立即乐呵呵答应下来。那好说。这时，环保局领队皱起眉头，如此巨大的油脂凝结块，源头绝不简单，立刻组织人手，以事发点为中心，对周边所有工厂排污情况突击检查。命令一下，联合检查组立马行动。半小时后，就有人过来汇报，在几百米外的一家废弃工厂内，发现了新鲜的车辙印和塑料桶碎片，夜色中还能看到里面有灯光，厂房深处也有机器嗡鸣声。检查组立刻封锁了所有出口，随后就带队进入了工厂。往里走了100多米，就看见里面藏着个小厂。推开车间大门，就见几条简陋生产线在运转，大量粘稠液体在厂口加热池里翻滚冒泡。几个工人正往池里倒餐除垃圾式的废弃物，简单加热分离后，上层清亮的油被抽走装桶，剩下的黑黢废渣废水直接通过角落隐藏的软管排入车间地面凿开的下水道入口。这竟然是个非法加工地沟油的黑窝点。执法人员迅速冲进去控制了所有人员。经过初步审讯，这个黑窝点深夜从餐厅和食堂低价回收，甚至下水道打捞废油，运到这里提炼劣质油脂出售牟利，加工产生的有毒废渣废水直接排入市政下水道。日积月累，这些富含油脂和有机物的废料在适宜环境下形成了那个巨型油脂山。至此，这场因学校下水道冒毒气引发的事件彻底结束。环保局和民警跟我打了个招呼就撤离了，我和校长他们也回了学校。临走前，李教授突然叫住我：“林远啊，明天周6，你没事的话去自主实习呗。”说着，他掏出手机打开通讯录：“这是你学长周凯，毕业2年多了，混得不错，在一家叫荣华富贵的研究室工作。我跟他打过招呼了，你记下号码，明天直接找他就行。”我懵了，第一次听说这种名字的实验室，能靠谱吗？李教授摆摆手：“管他叫啥，你过去就行，看在我的份上，他会照顾你的。”见他坚持，我没办法，只能答应。正好明天我也没别的安排，记完号码就带着摄影师回了宿舍。晚上躺在床上，我果断将那2个抽奖机会进行了连抽，抽到了法医和口技2个技能。第2天早上，我们果然又在食堂看到一条新校规，禁止学生在户外做实验，系统再次奖励我1次抽奖机会。吃完早饭，我立马给周凯学长打去电话，他的声音很热情，爽快约了见面的地点。没多久，我就在一家咖啡馆见到了他，他一见到我就热情的起身招手：“林远学弟，久仰大名啊！李教授说你要来，我一晚上都没睡好。你放心，以后学长罩着你。”周凯一边说一边招呼我和摄影师坐下，又喊来服务员点了3杯咖啡。别客气，学长请客。对了，这位帅哥是谁啊？我笑了笑：“他是我朋友，跟我一起的。”周凯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了解，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聊了一阵后，我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学长，李教授说你在荣华富贵研究所工作，我对实验挺感兴趣的，方便带我去参观学习下不？”一听到研究所3个字，周凯脸上不易察觉地僵了下，随后爽朗地笑了笑：“哈哈哈，当然方便，我们荣华富贵研究所最欢迎你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学长这就带你去，保证让你大开眼界。”说着，他就打了辆出租车，车子7拐8绕开进了一个老旧居民小区。周凯率先下车，满脸自豪地指着楼道：“到了。”而我一下车就懵了，这跟我想象中的实验室地址完全不沾边。古生物学的环境已经艰苦到这份上了吗？周凯笑着往楼道走：“来来来，就在1楼，我去敲门。”说着，他走到一扇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前，有节奏地敲了几下，跟对暗号似的。没过几秒，门就咔嗒一声开了条缝，一个剃板寸的男子探出头，看到周凯立马堆起夸张的笑容：“周凯啊，又带新朋友来了。”一边说着一边侧身让开，我带着强烈的违和感迈步进去，结果刚进门，就见室内摆着几十张红色塑料凳，正前方墙壁上拉着红色横幅，上面印着黄色大字：“热烈欢迎新家人加入荣华富贵大家庭。”还有10几个跟周凯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站在一边。
看到我来，这些人纷纷站成两排，随后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大家掌声欢迎新人加入我们荣华富贵大家庭。紧接着一阵整齐洪亮的声音传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看向周凯，他依旧满面笑容。学弟怎么样？氛围还不错吧？我勉强挤出个笑容，点头，还不错，谢谢各位。西装男笑呵呵招呼着众人落座。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来给大家讲讲如何快速赚到一个小目标。随后他在白板上写上5级3进制，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所有人眼睛都冒金光，周凯也不例外，唯独我一脸懵逼。我操，这特么分明是传销窝点吧？李扒皮，你个王八蛋，让我来自主实习，结果是来搞传销。直播间网友也惊呆了，人气刷刷的涨。初中毕业小西装，皮鞋丝袜拉杆箱，一人一本离婚证，吹完牛逼喝菜汤。我听了会儿无聊的洗脑话术，眼皮子都快睁不开了，这么耗下去实在无聊。为了尽早脱身，我举起手，那个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上个厕所哈。西装男笑着点头答应，随后使眼色让旁边那人跟上来。我进了厕所，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放水，完事后下意识按了下马桶冲水按钮，水流声有气无力，冲了几下水位都没降，反而诡异的冒了几个大气泡，一股浓烈的臭味涌上来，熏得人睁不开眼，呛得我差点咳嗽。我皱着眉又连按几次，这次马桶只发出嗡的空转声，水箱彻底没水了，马桶里的水也退得干干净净，刚才的臭味却更浓了。我捂住口鼻往外走，结果门刚打开，就看到跟过来的那个小伙叼着根没点着的烟，他看到我出来，自顾自走进了厕所，顺便关上了门，随后便传来一声打火机清脆的响声，下一秒，一声沉闷有力的巨响从厕所内部爆发，我面前的厕所木门瞬间向外凸起变形，门板中央裂开几条缝隙，灼热的气浪混合着难以形容的恶臭，瞬间从门缝和锁孔喷射出来。客厅里正沉浸在发财美梦里的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吓得全部跳起来，紧接着尖叫声和板凳倒地声响成一片，所有人都惊恐地望向厕所方向。我离得最近，被气浪和臭味冲得后退半步，随后便见门被里面的人猛地撞开，刚才进去点烟的小伙踉跄着冲出来，衣服被扯出破口，脸上和头发上沾满黄褐色的粘稠污秽物，还在往下滴，嘴里的烟早就没影了，只剩满脸呆滞，张着嘴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呵呵的气音，眼睛瞪得溜圆。我赶忙嫌弃的后退一步，顺着木门看向厕所，顿时一阵恶寒，厕所里一片狼藉，马桶彻底消失，原地只剩破裂的管道口和满地陶瓷碎片，墙壁天花板上是大片难以描述的东西，还在缓缓下滑，整个空间弥漫着浓烈的甲烷臭味和烧焦味。西装男头目第一个反应过来，小明，怎么回事？你没事吧？他本想扶小明，可看到对方身上的东西又往后缩了缩，转头看向我，你刚才在里面干嘛了？我双手一摊，啥也没干啊。众人纷纷凑过来看热闹，看着曾经熟悉的厕所变成这副恶心模样，一个个都傻了眼。直播间网友全笑喷了，人气刷刷往上涨。今天第一炸竟然是厕所，房管不打马赛克是想让大家吃不下饭是吧？别人进传销怕被骗，灵眼进传销怕传销团伙遭殃。就在这一片混乱中，我看向马桶时，眼前突然弹出系统面板，警告：检测到高微能量反应，马桶管道直连地下化粪池主腔，U 型弯管水封因多次无效冲水破坏，化粪池内高浓度甲烷倒灌入狭小空间，遇明火引发局部爆炸，破坏了化粪池顶部结构及通气管道，池内压力与温度急剧失衡，甲烷浓度持续飙升，预计30秒后发生主池体殉爆，建议立即撤离至200米外安全区域。我瞳孔骤缩，来不及解释，猛地转头看向懵逼的摄影师和满屋子人，快跑，化粪池要炸了，跑得越远越好。吼完一把抓住摄影师胳膊，撞开身边2个发愣的人，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往大门狂奔，摄影师被拽得一个趔趄，本能跟着跑，现场一片懵逼。随着我越跑越远，厕所里的怪味越来越浓，西装男终于意识到不对劲，率先跑了出去。刚才被炸懵的青年傻了，他身上还沾着粘稠秽物，那我咋办？西装男脸皮抽了抽，先跑再说，说着便领着众人冲出房门。可当最后一个人刚滚出房门，地底突然传来一声沉闷低吼，路边的水泥井盖直接被抛向数十米高空，化粪池的水泥挡板全被炸碎，巨量粘稠粪浆被能量裹挟着无差别泼洒，像一朵巨大的粪花在天幕绽放，黄金暴雨铺天盖地倾泻而下，10几辆电瓶车被粪柱掀翻，晾衣架上的床单被套全染成了屎黄色，保安大哥刚探出头就被粪泥糊脸，立马缩了回去，附近几栋楼全被大面积染色。西装男等人刚跑10米就被这副景象吓懵了，粪雨当头浇下，我们俩跑到了不远处的歪脖子树下，摄影师瞪大双眼，我操，哥，你到底干了什么？我脸皮抽了抽，我要说不是我弄的，你信吗？摄影师摇了摇头，不信。我瞬间满头黑线，你丫的！此时直播间彻底炸过了，弹幕疯狂刷屏，前方高能，非战斗人员请戴防毒面具，这是生化危机，骆驼祥子有史以来最过瘾的一次。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和几辆警车同时停在小区门口，校长和李教授满脸焦急的率先下了车，下一秒就有坨黏糊糊的祥子砸在了校长脑门上，正准备下车的民警赶忙关上车门，校长颤抖着手摸了下额头的粘稠物，一声崩溃的干呕响彻小区入口，他拼命擦头上的秽物，结果越擦范围越大，李教授连
连忙递过去一瓶矿泉水，我死死捂住嘴，刚刚差点笑出声，又硬生生憋成了内伤。眼瞅着不会再落祥子，民警们小心翼翼踏入小区，可刚绕过入口的楼房，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时校长看了看满头污秽的传销人员，又看了看到树底下的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李教授颤抖着手指向我，林远，你小子到底干了什么？随后闭了闭眼，你没事吧？我挠挠头，绕过地上的祥子走过去。教授，校长，这真跟我没关系啊！李教授白了我一眼，我咋那么不信呢？我直接露出一抹苦笑。他们厕所坏了，甲烷从马桶涌上来，结果有个家伙进去点烟炸了，然后化粪池就……听着我不咸不淡的解释，众人脸皮都抽了抽。民警看着现场一脸无奈，只好打电话求助。环卫部门负责人赶来，见状脸都白了，差点栽过去。这得启动重大灾害应急响应了吧？赵队长带着民警赶来支援，冲我和众人点头示意后，迅速控制住现场，接着就对那伙传销的做问询登记。他们围着民警哭爹喊娘，就盼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周凯这时候才后知后觉，自己搞的竟是传销，直接缩在人群角落里种蘑菇。李教授走上前，在周凯面前站定。周凯突然哇的一声哭出来，抬手就扇自己耳光。教授，我对不起您，我让您失望了。随后又慌忙看向我，林学弟，我真没想害你，对不起。我抬手打断他的话，没事，我又没啥损失。李教授盯着他狼狈的模样，抬手按了按眉心。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当初让你留在学校你不听，现在倒好，跑去搞传销，以后可别再犯浑了。周凯连忙点头如捣蒜，我记住了。那边环卫部门调来了大型抽粪车和高压冲洗车，工作人员把化粪池剩余污物全吸走，高压水枪对着小区各个角落开始冲洗。我和校长他们正准备离开，突然看见一个环卫工人朝着门口直挥手，队长，这里有情况。所有人立即看向他指的地方，就见化粪池底露出一道道裂痕，紧接着就传来轻微炸响，下一秒就出现个直径半米左右的洞口，里面深不见底。赵队长皱紧眉头，立即示意众人后退。就在这诡异的寂静里，我眼前突然弹出系统提示，检测到高强度地质及历史能量复合波动，下方为大型喀斯特溶洞系统，天然溶洞经人工扩建，存在规整木式结构，暗河贯穿墓葬下层，深度约18到22米，墓葬结构因上方爆炸冲击稳定性变低，存在连续塌陷风险。我深吸一口气，这下面居然是溶洞加古墓。现场很快拉起警戒线，赵队长指挥环卫工把洞口周围清理干净。见状我立即走过去，赵队长，你赶紧通知文物局的人过来，这下面应该是溶洞，里面还藏着古墓。众人闻声立马哗然，纷纷凑上前来打量洞口。赵队长跨步走到我身边，你怎么看出来的？我伸手指向洞口内侧岩壁断面，你仔细看这儿，靠近洞口上方的位置，这一层土质颜色层次分明，还混着小碎石颗粒，像是刻意夯实的。还有下面那层厚厚的灰白色泥土，是青膏泥，是古代墓室里常用的，密封性极好。上面这层应该就是夯土层了，青膏泥配夯土层，十有8、9是古墓，而且墓主人身份绝对不低，普通老百姓可弄不起这规格的墓穴。赵队长指尖轻点下巴，确实，那你怎么确定有溶洞？他话音刚落，李教授就上前半步，手指点向洞口岩壁。再往下一层的岩壁是典型石灰岩，还能看到方解石结晶的光，这种岩石是溶洞形成的基础。你们仔细听，还有细微的流水声。我顺势靠近了洞口，应该是之前的爆炸，再加上暗河常年侵蚀，夯土层一踏就把下面的溶洞露出来了。话落，李教授拍了拍我的肩膀，林远啊，专业课学的挺扎实，就是这考古专业的内容，你啥时候学的？我脸色一僵，随后挠了挠头，就是业余爱好罢了。闻言，赵队长立刻联系看市文物局和地质勘探队，把这里的详细情况和我的推断都说了一遍。20多分钟后，文物局专家火速赶到，看到眼前的情况，几位老专家眼睛瞬间亮了。站在中心的王教授直接冲工作人员挥手，快架设备，探测下面情况。下一秒，工作人员就拿出带强照明和摄像头的光纤探杆，顺着洞口往下伸。所有人紧盯着连接探杆的显示屏，起初画面里全是坠落的土石，下降大约10米后，探杆直接进了巨大的地下空间，镜头里是幽深空旷的大洞窟。可下一秒，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凉气，只见画面中一口棺材悬在溶洞半空，被9条锈迹斑斑的铁链牵引着，铁链尽头还连着9头石龙雕刻。王教授猛地攥紧拳头，这是9龙拉棺。在场众人全看呆了，一个个瞪圆了眼睛，谁也没想到能撞见传说中的9龙拉棺。溶洞太大，摄像头探测范围有限，文物和地质专家商量后决定亲自下去探查。李教授虽不是考古专业，但专业性够硬，被邀请一同前往。我作为发现者兼他的学生，自然也跟着一起下去。溶洞很深，大家穿戴好防护装备，由吊车逐一平稳放下。地质专家先下去，我和李教授紧随其后。摄影师没跟来，便把摄像头固定在了我身上。越往下降，阴冷潮湿的气息就越浓。几分钟后，我终于踏上了坚实地面。稳住身形后，我立刻举起头灯向四周照去，发现身旁的地下暗河还在缓缓流淌，河水竟泛着微弱幽蓝荧光。就在这时，一声惊呼突然传来，快看那边！众人立马顺着所指方向转头，左侧岩壁上赫然显出一组巨大骷髅图案，足有7、8个。最让人不安的是，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总有些骷髅的眼窝精准对着自己。王教授强压着异样，凑近岩壁指尖轻点，不像雕刻，没腐凿痕迹，倒像是矿物质沿裂隙沉淀的天然图案，这也太匪夷所思了。众人的头灯全打在骷髅岩壁上，光线扫过之处看得明明白白。没一会儿，一名年轻队员身子晃了晃，奇怪，我
我怎么感觉有点头晕？另一人也揉着太阳穴，我也是盯着这些骷髅看，我总觉得他们好像在动。这话一出，不少人都点头附和，我也泛起一阵莫名眩晕和恶心。移开视线后，眩晕感这才稍稍缓解了些，随后连忙拉住身边的李教授等人，大家都别盯着看。可诡异的事儿还没完，众人正心神不宁时，一阵低沉空洞的絮语声突然在溶洞里响起，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探险队瞬间乱了，众人手里的头灯光柱疯狂乱扫，可却半点声源都没找到。紧接着一声凄厉的尖叫响起，一名队员伸手指着暗河，河上面有东西。众人砖头就看见河面上方光线诡异扭曲，几道模糊阴影凭空冒出来扭动。与此同时，身旁不远处平整的岩壁上骤然显出数个更清晰的鬼魅身影。那年轻队员失声尖叫，是阴兵借道，他们从河里爬出来了。眼前景象早超出了众人认知，好在几位老教授及时开口安抚，众人才勉强稳住了情绪。可新的异变又猝不及防来了，一滴滴血点从上方滴落下来，空气中还飘起了淡淡的铁锈味。不知是谁喊了句岩壁在流血，所有人瞬间都乱了阵脚。年轻队员转身就往升降梯跑去。教授，九龙拉关这地方太邪门了，我们快走吧。现场瞬间陷入混乱，而我却抬手接住几滴血雨凑近细看，随后瞳孔猛地一缩。就在这时，李教授的呼喊声从身后传来：林远，你快回来，那边很危险。我没回头，指尖捻了捻上面沾着的红色液体。教授你看，这液体虽是红色，但却没有血的粘稠感和腥甜味。说着我抬起头灯，对准渗液的岩壁缝隙照去。我猜这块岩石里含有铁化合物，由于我们闯进来后抬高了这里的温度，岩石内部的水分受热膨胀，被挤压着渗出来，水里溶解了岩石中的铁质，一接触氧气就被氧化成红色铁锈，所以这不是岩石流血，就是种自然现象而已。闻言，王教授上前一步：血雨这事儿，我认同你的观点，可其他异象怎么说？比如之前听到的鬼叫声。我笑了笑，抬手示意众人安静。这个也不复杂，大家现在保持绝对安静，原地站好，别出声，也别走动。靠着刚才解释血雨攒下的信任，众人纷纷照做。不过几秒，萦绕耳畔的古老低语渐渐减弱，最后几乎听不见了。岩壁上的鬼影也不再移动。随后我快步走到光滑的碧玉岩旁，这里有根天然石笋，尖端刚好贴着岩壁。我抬手轻轻扣了下石笋，只听一声轻响落下，原本微弱的低语陡然清晰一瞬，我嘴角顿时勾起笑意。现在大家该明白了吧？我们听到的鬼语其实是台天然压电留声机。这块岩壁里面含有大量石英之类的微观压电晶体，千百年前可能是一场大地震或一道雷电击中岩层，强大能量把当时这里的人声震动以晶体电荷极化的形式刻进了岩石结构里，原理和老式录音机差不多。说着我指着旁边的石笋，这根贴着岩壁的石笋就是天然唱针，我们刚才发出的声音产生的声波震动会通过空气和地面传给石笋，石笋把震动传给岩壁唱片，挤压内部压电晶体产生微弱电流，就把当年录下的声音播放出来了。随后我摊了摊手，就是年代太久，播放出来的声音含糊不清，跟录音带没电似的，乍一听才觉得诡异。这番解释让原本的恐怖事件瞬间变成了一场现场科普课，连李教授都满眼惊讶地看着我，文物局专家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王教授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那鬼影呢？我淡淡一笑，王教授，你没发现吗？我们站着不动后，不光叫声没了，鬼影也不动了。王教授连连点头，确实如此。我猜这事儿和我们有关，就是不知道具体原因。我抬手指向岩壁鬼影，其实这原理也简单。顿了顿，我又看向李教授，教授，你慢慢举起右手。闻言，李教授立即点头照做，缓缓抬起右臂。2-3秒后，岩壁上鬼影的手臂竟也以怪异姿态同步上抬了一下。随后，我笑着指向发光的暗河，这些鬼影就是我们自己的影子。暗河里的荧光微生物成了天然发光幕布，波动的水面像无数的哈哈镜，把光线扭曲并放大。紧接着又转头指向洞顶的晶簇，而洞顶这些镜面式的方解石再把扭曲后的光线精准反射到岩壁上，最后投射到岩壁，才形成了这些动态扭曲的鬼影。闻言，众人看我的眼神顿时充满惊奇，先前的害怕全变成了对知识的好奇。我又扫了眼岩壁骷髅，至于这些骷髅，全是高密度同心圆和螺旋线，长时间盯着，视觉系统会误判身体在动，可内耳前庭却告知身体静止，这种感官冲突就会引发眩晕恶心，和晕船的原理一样。你们现在不看了，应该都没事了吧？众人纷纷点头。这会儿确实没了眩晕感，谜团全解开了。众人目光也开始投向半空的棺椁。棺椁高悬，攀爬铁链风险太高。专家们紧急商议后，决定利用岩壁上方粗壮石笋和岩体凸起，搭张蛛网式的悬空作业平台，关键处铺铝合金踏板，方便站立以及放设备。没多久，平台就搭好了。王教授等人绳降到平台上，近距离查看棺椁和铁链。2个小时后，棺盖才被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具覆着脸服的人形轮廓。王教授按捺住激动，示意摄影师全方位记录，自己则
则拿起软毛刷和竹签，慢慢清理起来。不久后，清理接近尾声，王教授叹了口气：棺材里毕竟空间有限，除了这些陪葬品，再无更有价值的东西，根本配不上九龙拉棺的规格。就在众人唏嘘之际，我却抬着头看向溶洞上方，突然系统面板毫无征兆弹出，检测到特殊历史文物传国玉玺。溶洞穹顶上，九龙铁链源头交汇处是引龙朝风水穴眼。后唐末地李从科于洛阳玄武楼自焚，玉玺被国师提前调包，国师携真玉玺，依据上古秘术寻至乾隆渊溶洞，借天然至阴地脉与钟乳石龙形，辅以人工雕琢，布下九龙锁天局，吸纳整个溶洞乃至山脉之龙气，保持其天命不坠，等待未来重见天日，光复正统。我瞳孔猛地一锁，竟然是传国玉玺，这可是象征天命的物件，可古代它一出现就得掀起无数血雨腥风。我连着深吸好几口气，才压下心头震荡。身旁的李教授察觉到我的异样，伸手拍了拍我肩膀：林远，你怎么了？是不是下面空气不舒服？不行就先上去歇会。我摇了摇头，抬手指向头顶：教授，我们都搞错了，这棺椁就是个幌子，真正的秘密在上面。众人闻言齐齐抬头望向黑暗笼罩的洞顶。李教授往前凑了凑：林远，你发现啥了？我整理着系统给出的提示。风水学里有真龙归巢的说法，这9条铁链不只是吊棺椁的，在风水局里，它们是引导并输送龙气的管道。铁链源头的汇聚点才是整个格局的力量核心，那里龙气最浓也最纯。咱们把棺椁当人位，溶洞当地位，那洞顶铁链源头就是天位。九龙拉棺这么大的格局，若只为安葬，核心放人身位已算极致。可要是目的不只是安葬，是为了滋养并守护某样配得上天龙之力的至宝呢？那样东西必然要放在天位，才能受九龙汇聚的龙气滋养，彰显其超然地位。下面这棺椁多半是遗种，这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是风水学里顶尖的葬天之法。现场瞬间哗然，王教授越想眼睛越亮，呼吸都急促起来。有道理，大有道理啊！立刻探查洞顶铁链汇集处，动用所有手段。工作人员闻言立马行动，强光光柱再次聚焦，小型无人机嗡嗡升空。随着镜头拉近扫描，屏幕上渐渐显出一方石台，被天然龙形钟乳石拱卫着，人工修凿痕迹十分明显。等镜头锁定在石台中央，一方温润的玉玺骤然闯入视线。最让人心脏骤停的是，玉玺一角有清晰的金色修补痕迹，悬空平台上瞬间响起一片整齐的抽泣声。王教授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微张却发不出声。李教授身体不受控的前倾，其他专家也红了眼眶。我的老天爷，这种形制玉质还有金角，这难道是传国玉玺？王教授声音嘶哑的吩咐：快拉近镜头，对准印面。操作员立刻微调无人机角度和焦距，屏幕上赫然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大字。李教授紧紧盯着屏幕，没错了，所有特征都对上了，虽未最终鉴定，但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这极可能是失踪1000年的传国玉玺。王教授攥紧拳头，快想办法，务必安全取下来做最终鉴定，千万不能出意外。专家们紧急分析穹顶结构、铁链受力和玉玺与石台的连接方式，最终决定直接将承载它的石台及相连的核心掩体一起从穹顶切割吊装，最大程度避免破坏平衡，引发连锁反应。方案一经确定，立刻执行。下方众人里3层外3层做好防护，生怕有半点意外。切割过程格外缓慢，足耗了近1个小时，直到最后一点连接被切断，石台连带着玉玺被特种吊索稳稳拖住，随后缓缓从穹顶降下，最终稳稳放进悬空平台的减震文物箱里。众人才齐齐长舒一口气，压抑的激动瞬间爆发，欢呼声响彻溶洞。王教授戴上白手套，双手颤抖着从石台上恭敬取下玉玺，小心翼翼放在铺了软垫的操作台上，强光聚焦而下，数台高清摄像机多角度对准，几位教授立刻手持放大镜、光谱仪等设备展开初步鉴定，鉴定结果很快便逐项确认。王教授抬头扫过众人激动的脸庞，又看向我，根据形制、玉料、雕工、铭文及这独一无二的金镶玉特征，我们初步判断，这方玉玺极大概率就是失传1000年的秦制传国玉玺。林远同学，你居首功啊！话落现场彻底沸腾了，传国玉玺出世必将载入史册，在场所有人都能留名青史。我也在此刻关上了直播。就在这时，王教授接到了京都故宫周院长的电话：老王，我是周鼎文，直播内容我们都看见了，我以故宫博物院名义命令你们立刻启动最高级文物保护预案，院里专家和特级安保已经乘专机出发，在我到达和你交接前，玉玺你亲自保管，必须寸步不离，所有数据封存，现场警卫由我们接管，这是命令。王教授立即重重点头，我知道了。王教授将玉玺装进特制储存箱，紧紧抱在怀里。一行人开始有序撤离，升降设备缓缓启动。等我升到地面，顿时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化粪池早已被遮盖，四周满是荷枪实弹的特警，层层戒备。陈局笑着迎上来：林远同学又见面了。我挠了挠头，陈局长好。他又和王教授、李教授等人一一打过招呼。路线和安保都安排妥当了，我亲自送你们去市文物局。王教授颔首道谢。好的，麻烦了。陈局扫过众人，随后猛地挥手，
出发！命令落下，3辆黑色特警装甲车率先开道，核心护卫的是辆特制重型防弹押运车。我们在贴身特勤护送下快速登车，玉玺箱被牢牢固定在车内的减震平台上。押运车前后左右各有4辆满载特警的突击车贴身护卫，队员们手持武器戒备四周，外围还有大量警车、武警运兵车组成防线。天空中2架警用直升机和1架军方武装直升机编队随行。陈局在指挥车里通过对讲机下令：所有单位注意，玉玺车队出发，按方案全程管制。随着命令下达，整个西海市仿佛为这支车队按下了暂停键。车队行经路线全被清空，大小路口被警车和武警封死，沿途楼顶还藏着狙击手的身影。我坐在车里，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没多久，车队就稳稳停在市文物局门口，这里早已戒备森严。王教授亲自捧着玉玺箱快步走进鉴定室，在众人注视下，将玉玺取出放在铺着黑色天鹅绒的操作台上。陆续出来的各项检测结果都和之前初步鉴定一致，直到最后一份碳14测年报告出来，显示其年代跨越2000多年。实验室内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王教授老泪纵横。综合所有检测数据，我们可以负责任地确认，这方玉玺就是秦始皇监制、李斯撰文，象征华夏正统王朝传承的传国玉玺。话落，王教授转过身看向我：小伙子，谢谢你，要不是你，这传国玉玺还不知要埋在地下多久。我代表所有文物研究者，谢谢你。说着，他还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我连忙摆手阻拦：王教授，您这也太客气了，就是举手之劳而已。王教授摆了摆手：这可不是举手之劳，你是我们文物界的贵人，可惜你是李教授的学生了，不然我非要把你挖到文物局来。李教授立即干咳2声，一脸无奈地瞥向他：王教授，话密郎。王教授脸色一僵，随后才尴尬地笑了笑：我就是说说，别往心里去。就在这时，2辆黑色轿车同时停在文物局门口。故宫博物院的周院长和国家博物馆的李馆长先后推门下车，四目相对间，2人二话不说就往楼里冲。随后2人几乎同时挤进实验室缓冲间，气息都还没喘匀，可目光一落在操作台上的玉玺上，眼睛瞬间就都直了。周院长率先走到近前，扶了扶滑到鼻尖的眼镜：真的是他，和文献通考里记载的分毫不差。李馆长也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才是镇国之宝。几秒后，2人同时回神，目光撞在一起的瞬间燃起火花。李馆长率先开口：老周，传国玉玺是华夏正统象征，理应入藏国博，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根与魂，这才是他的归宿。周院长立刻反驳：论玺印研究保护，谁比得过故宫？紫禁城本就是皇权象征，玉玺回故宫才是叶落归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2人直接吵得面红耳赤，全然不顾旁人。实验室里的专家们面面相觑，王教授几次想插话，都被2人瞪了回去。眼看吵不出结果，周院长转头看向王教授：老王，文物是你发现的，你说句公道话，咱俩多年交情，放故宫没错吧？李馆长也跟着看了过去：王教授，我敬重你为人，别因交情偏私，玉玺就该在国博，对不对？话落，2人都眼巴巴盯着他，没想到王教授却突然指了指我：其实玉玺是林远同学发现的，今天这墓能被找到，也跟他关系极大，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周院长率先皱眉：老王，咱俩多年交情了，你怎么还拿个小娃娃当挡箭牌？太不厚道了。李馆长也点头附和：你要是为难就直说，何必这样？王教授无奈摆手：是真的，你们问其他人就知道了。2人转头看向众人，见大家纷纷点头确认，脸上的怀疑才渐渐褪去。周院长咂了咂舌：真是年轻有为，小伙子，毕业后要不要来故宫？我给你安排个轻松的活。李馆长也立马接话：小帅哥，有对象没？我孙女跟你年纪相仿，长得好看，给你俩介绍认识下。周院长干咳2声：小伙子，他孙女是川渝暴龙，你把握不住，听我的，来故宫准没错。李馆长气得瞪眼怒骂：老不死的，你敢拆我台？周院长嗤笑一声：你也好不到哪去，为了玉玺，连孙女都能拿出来说，脸皮比城墙还厚。问过你孙女意愿没？2人说吵就吵，压根没把旁人放眼里。我站在原地彻底懵了。这时李教授拍了拍我肩膀：你自求多福吧。我白了他一眼，主动上前一步：两位大佬，能让我说句话不？闻言，2人瞬间停火，同时朝我看过来。我清了清嗓子：两位，一个代表故宫，一个代表国博，按说顶级国宝都该送你们，那可传国玉玺是镇国之宝，跟其他文物挤在一块展览，我觉得那就是种亵渎，得给他单独建一座高规格博物馆，里面哪怕就是1方玉玺也足够了。2位院长皱了皱眉，随即都点点头表示认同。我趁热打铁：依我看，既然是在西海市发现的，就直接在这建传国玉玺博物馆，2位共同担任馆长，你们觉得咋样？这话一出，王教授等人眼睛瞬间亮了。周院长和李馆长对视一眼后，都露出了认同的神色。周院长深吸一口气：在西海市单独建馆我没意见，
但监管费用得我们故宫出。闻言，李馆长立马不乐意了。凭啥都你出？钱我们国博包了，后续维护也归我们。李狗蛋，周扒皮。就这一会儿，俩人又跟点燃的火药桶似的吵了起来。10分钟后，俩人终于骂累了，众人开始商讨监管事宜。两位大佬则守在玉玺旁，打算彻夜研究。这边的事基本跟我没关系了，我就是个学生，监管这事压根插不上手。再说我也不敢掺和，免得干活时又挖出个航弹来，那可就搞笑了。随后在王教授等人的送别下，李教授带着我离开了文物局。到学校我就和李教授告别，回了宿舍。今天折腾了一整天，累得倒头就睡，连系统抽奖都忘了。第二天上午，我迷迷糊糊听见室友们的吵吵嚷嚷，起身一看，有人握着抄网，有人举着苍蝇拍，一脸的如临大敌。你们干啥呢？要打苍蝇啊？室友张翔一脸无奈，远哥，哪是苍蝇啊，是马蜂。你上次砸坏了天花板，昨天工人维修的时候，在天台防水隔层里发现个超大马蜂窝，都被蛰惨了。现在附近几个宿舍都遭殃了。闻言，我立马洗漱好，跟着他们上了天台。老远就看见隔板夹层里挂着个大马蜂窝，天台平时封着，根本没人发现。看着周围乱飞的马蜂，我从张翔手中接过网兜，随后蹑手蹑脚凑过去，几只马蜂扑过来，都被我顺手一巴掌拍死。摄影师和张翔他们都看得目瞪口呆，我径直走到蜂窝旁蹲下，一网兜将其罩住，轻轻一拉，再打个结，搞定。摄影师顿时惊呼出声：“我操，哥，你也太神了！”我摆了摆手，洒洒水啦，从旁边捡根棍子绑在网兜上，随后我举着网兜挥了挥，这就是极道地兵万魂幡。摄影师和张翔瞬间张大嘴，我瞥了他俩一眼，没感觉到他散发的淡淡威压吗？俩人齐齐摇头表示没有。我立即将手中网兜向前递了递，是吗？过来凑近点。摄影师吓得直往后缩，感受到了，威压超强。张翔也跟着点头，我也感受到了。我笑着杵着棍子，这才对嘛。走了。摄影师疑惑地看着我，去哪儿？闻言我晃了晃网兜，送李教授啊，昨天就是他给我介绍的学长，害我进了传销窝，这马蜂窝大补，孝敬孝敬他。张翔脸皮抽了抽，随后还是屁颠屁颠跟了上来，显然是等着看乐子。半路上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又多了一次抽奖机会。随后边听到旁边路过的几个同学的议论声，听说有个学长自主实习被骗进传销窝了，可不是吗？校长费好大劲才把人捞出来的。我清了清嗓子凑过去，这位同学，有没有可能那个学长是被老师坑进去的？几个同学回过头来，一眼就瞥见了我手里的万魂幡，吓得尖叫一声：“卧槽，是马蜂，快跑！”摄影师直接看呆了，所以这才叫极道地兵嘛，光气场就把人吓懵了。随后我带着他们直奔李教授办公室，一想到李教授被整的画面，心里就暗爽。可到了办公室门口，却发现门是锁着的。我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可响了1分多钟也没人接。好不容易找着个宝贝孝敬他，这人还不在。我叹了口气，看来李教授是无福消受了，那就送校长那去吧。张翔瞬间懵了，连连后退。卧槽，远哥，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敢凑着热闹。你是戏里独苗，怎么做都没事，我可经不起折腾。说完撒腿就跑了。我嗤笑一声，拎着网兜就往校长办公室跑。今天是周末，路上没碰到别的同学，我和摄影师一路畅通的来到了行政楼。我探着头往办公室里瞄，校长在吗？闻言，校长推了推眼镜，是林远啊，进来吧。我径直走进去，晃了晃手里的网兜。校长，我在天台发现个危险物品，包好给你送过来处理。校长一听是危险物品，立马开口表扬，很好，安全意识很强，值得大家学习。说着就伸手接过了网兜。这里面到底是啥？我向后退了2步。万魂幡。校长接过网兜一瞅，吓得手一抖，直接给扔了出去。我的妈呀！只听啪嗒一声，网兜撞在墙上，本就不结实的网扣瞬间就被马蜂震开了。霎时间，一团黑云炸了出来。见状，我撒腿就跑。校长眼睛瞪得溜圆，手指头抖着指向沈婉云，火气都快窜到头顶了。他可是一校之长，学生藏在自己办公室里，偏要只跟另一个学生说事儿，换谁不得又气又纳闷。我当场就愣在那儿，万万没想到吃瓜能吃到自己头上，这事儿跟我哪沾边啊？校长强压着一肚子火，下令让我赶紧问清楚，要是有半点含糊，我和沈婉云甚至摄影师都要记大过。说完，他气冲冲走远，背对着我们不肯回头。我凑到还在抽抽搭搭哭的沈婉云跟前，只见他警惕瞥了眼校长背影，才压低声音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早上他在操场碰到个大叔，对方先是问学校的出口和人流，接着突然拿出证件晃了晃，他隐约看到国家一级特工几个字。那大叔还说自己是国安局的，在追上次校园袭击事件的境外团伙余党，行动目标太明显，要他帮忙打掩护。随后还拿出了偷拍的校长照片，还说他手机已经被监听了，不配合就会出事。沈婉云想起学校最近接连出事，一时害怕就信了，趁校长办公室没人就偷偷躲了进去，直到被马蜂和我们的争执惊动。我一听就明白，这姑娘妥妥是被骗了，专业特工哪会找没经验的学生配合，分明是骗子搞的紧张骗局。我拍了拍他的胳膊，让他别担心，当下最要紧的是跟校长说清，揪出骗子，免得更多人上当。这时校长耐不住性子折了回来，听完我的讲述，脸色越来越沉，立马带我们直奔安保中心。监控画面一调出来，所有人都倒吸凉气。那特工在学校出现了10几次，专挑单独行动的漂亮女生搭讪，要么躲监控死角，要么戴眼镜帽子挡脸，就露个模糊侧影，却凭着逼真演技让女生们深信不疑。教导主任赶紧带人去女生宿舍排查，
半小时后打来电话，几个女生害怕就半途跑了，但还是有几个遭了殃。骗子以战友受伤需要转移为由约他们出去，拖到深夜后哄骗他们开房，甚至渲染危机逼他们假戏真做，不光玷污了他们的清白，还骗走不少钱。他们回校后一直没敢说，校长听得浑身发抖，立即下令封锁消息，妥善处理后续事宜。教导主任应声后就挂了电话。走廊里只剩校长沉重的脚步声和我们凝重的神色。没过多久，学校公告栏就新增2条校规，禁止轻信校外人员委托，禁止隐瞒校园可疑情况。我脑子里的系统面板也在这时弹出提示，奖励2次抽奖机会。我立即选择抽奖，下一秒，我的技能中多了人脸快速识别技能，我嘴角忍不住勾起笑意。那骗子虽然暂时跑了，可这技能刚好能帮警方锁定目标。西海大学的平静又被打破了，这场看着荒唐的骗局背后，说不定还藏着更多没被发现的隐秘。看来我这作死的冒险明显还没到头呢。这时校长耐不住性子折了回来，听完我的讲述，脸色越来越沉，立马带我们直奔安保中心。监控画面一调出来，所有人都倒吸凉气。那特工在学校出现了10几次，专挑单独行动的漂亮女生搭讪，要么躲监控死角，要么戴眼镜帽子挡脸，就露个模糊侧影，却凭着逼真演技让女生们深信不疑。教导主任赶紧带人去女生宿舍排查。半小时后打来电话，几个女生害怕就半途跑了，但还是有几个遭了殃。骗子以战友受伤需要转移为由约他们出去，拖到深夜后哄骗他们开房，甚至渲染危机逼他们假戏真做，不光玷污了他们的清白，还骗走不少钱。他们回校后一直没敢说，校长听得浑身发抖，立即下令封锁消息，妥善处理后续事宜。教导主任应声后就挂了电话。走廊里只剩校长沉重的脚步声和我们凝重的神色。没过多久，学校公告栏就新增2条校规，禁止轻信校外人员委托，禁止隐瞒校园可疑情况。我脑子里的系统面板也在这时弹出提示，奖励2次抽奖机会。我立即选择抽奖，下一秒，我的技能中多了人脸快速识别技能，我嘴角忍不住勾起笑意。那骗子虽然暂时跑了，可这技能刚好能帮警方锁定目标。西海大学的平静又被打破了，这场看着荒唐的骗局背后，说不定还藏着更多没被发现的隐秘。看来我这作死的冒险明显还没到头呢。